过了数日之后，西族族老带着君逍遥等人离开了西族，他们来到了一方隐蔽的小世界内。诸位，我乃天权古朝太子，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另一个身份，我乃是噬魂族人，屠斯。噬魂族，你的来意是什么？想必诸位都知晓，我噬魂族在苍茫饱受迫害，更是被苍茫各族敌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噬魂族愿意与你们合作。要如何合作？据我们所知，你们噬魂族在被云族等势力覆灭后，应该已经没有太多的底蕴了吧？的确，当初云族等势力出手，让我噬魂族损失惨重，但这并不代表我噬魂族就没有丝毫底蕴了。当初我噬魂族所在的界域伤魂古界隐藏于虚空乱流之中，族中的诸多前辈都封存在其中。如今伤魂古界入口在天陨星域范围内，我觉得可以与诸位合作，联手布下一个局。若是伤魂古界出现的消息传出，苍茫那边定然会有所行动，那就是一个局，请君入瓮。诸位可以借此布局坑杀苍茫诸多强者和天骄。二来，我噬魂族的诸多前辈若要苏醒，也的确需要一些养料，刚好可以让那些被坑杀的苍茫强者成为养料。这样一来，我族强者复苏，也可以帮助你们一起对付苍茫。你们应该了解，我噬魂族有特殊的能力，能渗透、破坏、夺舍。苍茫这边定然也会被搅得鸡犬不宁，对你们而言也是有好处吧。若各位不信，我可立下天道誓言。我记得噬魂族与云族乃是大敌，之前那位在无垠海出现的君逍遥，貌似传闻还是云族的准少主，到时候他或许也会前往。若没有强者出手，一般的天骄妖孽可制衡不了他呀。君逍遥又如何？难道忘了我们这边有一位暗界天选者？暗界天选者？没错，有这位公子在，绝对能抗衡那君逍遥。这次行动，希望公子能出一臂之力，为此行添加胜算。那是自然，我也想见识一下苍茫那边最妖孽、最强大的人物。那可就太好了。天陨星域在苍茫星空之中，虽然算不上是什么最为核心的区域，但也算是范围广博。其中最为有名的势力乃是无量仙朝。无量仙朝的核心界域位于无量界，在皇城核心深处。禀告太子，属下已派人去追杀围剿的陈家余孽，已经斩杀多人，但那位陈家小姐却暂时还没有抓到。按照这罗盘的方位，应该能查探到那女人的下落。她身怀七星乱世，若是被放跑了，后患无穷。是，属下遵命。那陈家女子陈灵月身上的星辰，一定要得到。而得到星辰之力越多，我的万星飞仙术就会越强，也就能越快回到曾经的巅峰。没想到当初还是失败了。果然，苍茫星空的权柄岂是那么好窃取的？不论如何，既然知晓了乱世星辰的下落，那我定然要得到。等日后获得更多的星辰之力，我或许就能解开其中的奥秘，甚至超越以往，也并非没有可能。天陨星域上百古界林立，在其中的某一方界域内，一座颇为繁华的古城。喂，你有没有听说陈家竟然暗中与叛族暗界勾结？是啊，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之前无量仙朝大军上门围剿陈家，听闻只有一小批陈家人暗中偷偷逃走了。不过无量仙朝依然在派人追杀。哎，你们听说没？最近的噬魂族的伤魂古界似乎可能在我天陨星域出现，各方势力都要来了。他们应该会降临在天水界，那里的情报消息最为灵通，能第一时间知晓伤魂古界的入口显化地。听闻这次来的人来头可都不小啊。那云族应该会来吧？毕竟噬魂族和云族可是死敌呀。这样一来，岂不是能见到那位传说中的君逍遥了？
有君家云族、天域仙朝三方势力在背后，那君逍遥可真是站在了苍茫星空的权力巅峰。在我天陨星城，那位无量仙朝太子于长明，算是地位非凡，权柄滔天吧，但也只能在天陨星域称王称霸。面对君逍遥那等人物，就算是于长明也得低头。小姐，我们接下来去天水界。是无量仙朝的人，他们还在追杀陈家吗？该死，慢了一步。陈灵月，你逃不了多久。太子想要的人岂能那么容易逃走？追！天水界，乃是天陨星域上百界域中的一界。陈家余孽，你逃得掉吗？是无量仙朝的修士，莫非那位少女，就是那位被无量仙朝通缉的陈家小姐陈灵月？听闻陈家暗中勾结叛族案件，被无量仙朝围剿，倒也凄惨。惨什么惨？勾结叛徒，落得这个下场也是活该。竟然能挡住我的一击，看来陈家的镇族秘宝也在你身上。不过你还是别负隅顽抗了，你们陈家犯下如此大的罪，今日又有谁能帮你？我们陈家没有勾结叛逆。哼，我无量仙朝的长明太子既然发下了命令，那你们陈家便是有罪。现在之所以不杀你，是想带你回去受罪伏诛，以儆效尤。哼，何必跟你这小丫头多话？这时，叶雨、秦琼等人也是来到了此地。发生什么事情了？去看看。叶雨的目光也是落在了陈灵月的身上。住手！你是何人？我来自群英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堂堂一方仙朝，为何要追杀一位少女？群英殿，原来是群英殿的英杰。不过，这是我无量仙朝与陈家的事情，群英殿还是不要太管闲事吧。陈家勾结叛族案件，可谓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我家太子发令剿灭陈家，以儆效尤，匡扶正义。怎么，莫非群英殿这也要阻止？我们陈家没有勾结叛逆，是被污蔑的。哼，还敢狡辩？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能有什么误会？我无量仙朝可是调查清楚了的。阁下既然是群英殿的修士，那也该是心怀正义之辈，不该妨碍我们行事。不是叶哥，那少女究竟有什么出奇之处？而就在墨铁一掌将要震下时，骤然一声如穿心裂石般的凤鸣之声响起。猝不及防之下，墨铁的身形震退。是谁？是一头金凤，巨头级别的神禽。不对，上面有人。难道是那一位？是那一位，真的是君逍遥，他果然来了。那位就是君逍遥吗？果然如传闻中那般超然绝世。这里是什么情况？没想到今日竟然能见到君逍遥君公子，在下乃是无量仙朝将军墨铁，此女乃是陈家人，而陈家勾结叛逆，我无量仙朝太子发下命令剿灭陈家，没想到此女精明狡猾，一路逃到了这里，倒是惊动了君公子。君公子，我陈家是被无量仙朝污蔑的。啊？你听到了？这位姑娘说，他们是被污蔑的。此女一面之词，君公子莫要听信。那意思是，我就可以听信你们无量仙朝的一面之词了？我觉得此事可能有所蹊跷，你们离开吧。君公子，这陈家勾结叛逆，作恶多端，我无量仙朝乃是惩恶扬善，希望君公子能成全。我觉得此事有蹊跷，那就是有蹊跷。怎么，你不服？放肆！竟敢质疑我家公子！不滚，就死！此女是我太子通缉的对象。什么太子？便是无量仙朝皇主在此又如何？灵月，多谢恩人。不必多礼，我不过是觉得其中之事或许有些蹊跷。你先随我回去吧。换做其他人或势力，我亦会这样做。毕竟公理这东西，
总得有人伸张才行。不愧是君公子，也只有他才有这个能力。难道事情真的有蹊跷？陈家是被污蔑的？可无量仙朝为什么要污蔑陈家，对其发难？不论如何，我倒是真羡慕这位陈家小姐了，竟然和君公子攀上了关系。那君逍遥又不是什么好人，竟然会如此好心救人，真是奇了怪了。叶哥，你怎么了？没什么，是我的错觉而已。对，一定是错觉。君逍遥也是带着陈灵月回到了古城内的驻地。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你体内拥有乱世星辰，对吧？公子，您知道？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你体内的星辰，若无意外，便是乱世七星之一的贪狼灾星。君公子，您说，是不是因为我体内的贪狼灾星，从而导致了我陈家的灭族灾劫？你说，你们陈家是被冤枉的，无需太过责难自己，该恨的是你的仇人。不过以你的实力，或许还无法控制贪狼灾星之力。我可以先将你体内的贪狼灾星之力暂时封禁稳定下来。你先暂时留在我身边，那无量仙朝不敢对你如何，之后的事情我会安排，你不必挂心。看你身上也有不少伤势，等会让人给你送点药，先调养一番吧。君公子，您的恩情，灵月无以为报。不必如此。那于昌明，莫非也是一位星辰之主，想要吞并陈灵月的星辰？还是说，还有其他秘密？在无量界，无量仙朝的核心皇城内，君家，君逍遥，君家，那君逍遥究竟有几斤几两啊？接下来，于长明开始通过一些手段推演测算，想要算出君逍遥的一些蛛丝马迹。不好，此人究竟是何等存在？莫非有大任务，帮他屏蔽天机？与此同时，在天水界古城之内，想要推演我，可惜火候还不够。既然如此，果然是内人。不过，他貌似没有那么简单。那君逍遥竟然也会推演之术？那君逍遥身上，看来并非只有紫薇地心，那股力量是天机命星之力。来人，传本太子命令，因为伤魂古界之事，本太子邀请各路势力前来无量仙朝赴宴，商议此事。这几颗星辰之力对我的修行至关重要，我倒是要亲眼见见这个君家后人究竟是何等角色。而在君逍遥这边，推演之人应该就是那无量仙朝太子于昌明，但我却并没有推演出他身上有星辰的气息。是他有所掩藏，还是……从无量仙朝传出消息，无量仙朝太子于长明将举办宴会。看来无量仙朝太子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应该不会吧？他胆子有那么大吗？于长明太子在天允星域内的确可以说是身份不凡，地位尊崇，但和君公子相比，不，应该说是连比较的资格都没有。无量界，无量仙朝皇城之内，一处广阔的皇家园林中。多谢群英殿的诸位道友前来捧场。啊，客气了。啊，是洛祖，那位便是洛监家仙子吗？不愧是能成为霓裳族帝女的人物，此生能得一见，倒是无憾了。怎么可能？秋水星君，莫非秋水星君也成功凝聚轮回印了？只是看他的样子，似乎并没有任何记忆。难道是秋水星君的轮回印还没有被激活？不过之前似乎听闻，云族曾与霓裳族定下约定，云族少主将会与霓裳族帝女联姻。云族少主不出意外就是君公子了，而霓裳族帝女虽有数位，
但传闻最有可能的还是这位洛监家。哎呀，这下有意思了，无量仙朝太子有这个胆子吗？洛族仙子久闻美名，今日能得见，可真是幸运。于太子客气了，我等也只是为了伤魂古界的消息而来。哼，此地倒是热闹。君公子来了，见过君公子。君逍遥君公子，久仰大名了。看来君公子还是记忆之前的事情，我那群手下也当真是没有眼力，现在替他们赔礼了。你觉得我会在意那群虫子吗？是被无量仙朝追杀的那位陈家少女。君逍遥把此女带来，是直接打无量仙朝的脸啊！君公子，实不相瞒，此女体内拥有贪狼灾星，乃是乱世七星，日后注定造成灾劫大祸。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派人手剿灭陈家，不论是陈家还是此女，皆是未来的大祸，需要铲除。乱世七星，贪狼灾星，难怪了。贪狼灾星，主掌灾厄祸劫之力，若是成长起来，的确能造成大祸。是贪狼灾星那又如何？任何灾劫我来负责，你有意见？所以之后，若无量仙朝再敢对灵月有丝毫不利，我不介意让天允星域换一个龙头势力。监家，见过君公子。原来是洛仙子，君某也是早闻美名。如今一见，发觉那传闻还是太过肤浅了。君公子，关于之前无言海的事情，家兄曾与君公子起冲突，这件事的确是家兄做的不妥，监家替他向公子道歉。洛仙子客气了，君某并不在意。君公子大度，关于这次伤魂古界之行，若有监家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说。客气了。啊，对了，洛仙子似乎是有一个妹妹，名叫洛婉欣，前段时间是被风月古教抓走了，对吧？没想到君公子竟然也知晓此事。我觉得她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多谢君公子吉言。洛族这边在参加完聚会之后，洛监家和洛风等人也是暂时返回天水界。屠司，你来找我做什么？洛公子，那噬魂大法不知修行的可还好？你来找我何事？直接开门见山吧。洛公子爽快。接下来你们各方势力应该要前往万段山脉了吧？现在就可以直接跟洛公子说了，那万段山脉其实并不是伤魂古界的入口，不过的确是有我族的一位弟子在其中封存。这次来找洛公子，是想麻烦洛公子帮一个忙，将那些前往的修士引入万段山脉内的特定地点，可以方便我族弟子复苏。我知道洛公子定然有所顾忌，不过可以向洛公子保证，之后等伤魂古界真正出世，洛公子将会得到极大的好处。需要将君逍遥也引入那地点吗？暂时不必，等之后伤魂古界出世，自然有对付他的办法。屠司，我有另外一个想要解决的人，乃是无量仙朝太子于长明，到时候你是否可以帮衬一下？这不是问题。万段山脉乃是天允星域内的一处古地，也算是一处险地。太子殿下，小心啊！看来我们似乎是被人算计了一手。洛公子，你这是？于长明，在聚会上，你似乎对监家有着特别的关注。虽然你是无量仙朝太子，但是否有些不自量力了？窈窕淑女，君则好逑，算什么不自量力？莫非此地陷阱与你有关？你废话太多了，敢打监家的主意，今日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地。哼，原来如此，你竟然对他有情意。不过你的情意，未免太过可笑。哼，如果是混沌神体鸿蒙道体，
圣体、道胎等体质，或许我还要慎重3分。但你这体质，到底是什么身份？现在才察觉到吗？我只能说，挑我做对手，你着实太过愚蠢。有点意思，此人的元神似乎有些不一般。噬魂族，原来如此，你竟然与噬魂族勾结在了一起。看来这个局，便是你们一起设下。现在你还觉得自己有生路吗？蝼蚁而已，你们等着。哪里走？该死！快追上去，不能让他活着。放心，他逃不掉的。怎么说？那位封存在此的弟子应该已经复苏了，而那无量仙朝太子就是他的猎物。最好和你说的那般，若消息泄露出去，对你们噬魂族也没有什么好处。放心，我族那位弟子手段可是很绝的，被他盯上的猎物就不可能逃掉。瞬间遁出万里之外的于长明，竟敢这般算计本座，你们之后都得死！一道森冷的声音响起：“真有意思，你究竟是谁？莫非是某一位仙人强者的转世？何必躲躲藏藏，直接现身！你也是噬魂族？没想到本弟子才刚复苏，就送上了这等大餐。你的神魂极为特殊，本弟子很感兴趣。敢打我的主意，自寻死路！二位的表现，着实是有些精彩呀。你是？啊，原来是君公子，你来的倒是及时。此人乃是噬魂族弟子，对你们云族可是深恶痛绝。哼，你的来历应该不简单，但头脑却依旧如此幼稚吗？你之前之所以灭了陈家，就是为了陈灵月身上的贪狼灾星。你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是某一任的星辰之主，还是别有来历？真的就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了吗？我们各退一步，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我也不会再招惹你和你身边的人，如何？云族？为什么禅红庄还没有来？你既然出事了，那也该做好去世的准备。就由我来送你一程。一起出手，不然我们都得死。你到底是谁？既然你不说，我也有办法知晓。君逍遥抬手间有光线纵横交错，正是嫁衣魔诀。在扫过记忆碎片之后，君逍遥也是终于知道了于长明的身份来历。万星飞仙殿4大星君之一的长明星君，果然来头不一般。倒是没想到，那洛监家竟然也拥有轮回印，4大星君之一的秋水星君。虽然玉长明已死，这条线索断了，但还有洛监家，他乃是秋水星君，应该也有万星飞仙术的传承。再不济，不知剩下的2位星君是否也轮回了。既然有了这条线索，那完整版的万星飞仙术，我一定要得到。我倒想知道，集齐7星，成为7星之主，运使万星飞仙术，究竟有何等强大的威能？万星飞仙殿做不到的事情，我君逍遥来做。只要有线索，得到完整的万星飞仙术，不过是时间问题。哼，还真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一切结束之后，君逍遥也是离开了此地，其余人也是纷纷撤离了万段山脉。太恐怖了，我身边的人全都死了。那应该是噬魂族的手段。不过此地貌似并不是伤魂古界的入口，为何不见无量仙朝修士啊？
那位无量仙朝太子呢？他还没出来吗？无量仙朝太子不会陨落了吧？啊！在天水界古城，君逍遥等人的驻地之内，君逍遥找到了陈灵月。公子，于长明已死，也算是了却了你的一桩心事。其实从头至尾，算计围剿你们陈家的，皆是于长明一人的计划。他的来历并不简单，乃是为了图谋你体内的贪狼灾星。只是可惜，没有让你亲手杀他。哪里？公子之恩，灵月已经不知如何报答。公子，你也是星辰拥有者，你将我体内的贪狼灾星拿去吧。此事不急。可是灵月想要报答公子。你不必报答什么，我也非是需要你的报答才这样帮你。公子，这个虽然对于公子而言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对你而言应该是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吧。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虽然之后可以帮助陈家平反，但陈家只剩下了你一人，不如之后你就随我回去，暂时待在群英殿，也可成为我逍遥盟的一员。不久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在天陨星域，一处名叫幽玄星海的地域，显化出了伤魂古界的入口。这里应该就是伤魂古界的核心区域了，也是曾经噬魂族的核心驻地。该死，我们落入陷阱了！莫非是噬魂族？他们还有多少有生力量？快想办法离开！不过是囚笼中的困兽而已，还在挣扎什么？不好，那是叛族！叛族怎么会出现在此地？该死，莫非是叛族与噬魂族勾结在了一起？蒹葭，你先找个地方避开叛族，我去探查一下有没有出路。当获得了那个机遇，就带蒹葭他们离开此地。那莫非是噬魂族的噬魂吞天古阵？完了，逃不掉了。果然，看来那屠司没有骗我。通过噬魂大法，可以与噬魂吞天古阵沟通，从中汲取精华能量。真是不知道此人为何能被帝女大人关注到。不过能让帝女大人算计，也算是你的福分了。不过倒是没有想到弟子竟然陨落了，莫非是与那于长明同归于尽了？等这一次帝女让那些老一辈强者彻底复苏，那我便是帝女麾下的最大功臣，想必帝女对我也会另眼相待。该死，是叛族势力，可恨！不必担心，来都来了，我们先深入这些遗迹查探一下吧，说不定能有所收获。宇瀚海、魔眼神子等人一眼看去，便是注意到了洛蒹葭。看来似乎是钓到了一条大鱼。此女的地位绝对不低，活捉了她。好美的女人！祭天，那个女子不简单，她所显现的那股力量应该是轮回印，可能关乎一位大人物。你若能想办法得到，好处无穷。差不多了，镇压了此女后，我们还要对付其他势力。哼，还是束手就擒为好，可别逼我等辣手摧花。君逍遥冥王神神色淡薄，祭天，蹦跶了这么久，你也该归西了。你到底是谁？这位所谓的暗界天选者，竟然是君逍遥。是君公子？怎么可能？君逍遥，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是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君逍遥没有丝毫的留手，震杀向祭天。强如宇瀚海、魔眼神子等叛族这边的天之骄子，亦在这强绝的一剑之下身躯爆碎，形神陨灭。虽然你作为一个女仆很不称职，连茶水都泡得难以入口，但现在我也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继续臣服，或是死。你们如此惊讶吗？西族等势力还需要暂时潜伏在无垠大陆。你们若想顺利回归苍茫星空，且不受其他苍茫势力的针对，就必须要立下功劳才行。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不会等太久。
明白。君公子，我们先去了。这次金家真的是要多谢君公子了，若非君公子出手相助，金家无法想象后果。洛仙子不必客气，都属苍茫这边的人，面对叛族，自然是要同仇敌忾。不过，方才洛仙子的实力，的确也令君某讶异。这股力量，其实金家也不明所以，但是，这是洛仙子的秘密，君某自然不会探究什么。不过眼下，伤魂古界内危机四伏，洛仙子可要小心了。你们洛族没有其余人了吗？兄长洛风应该还在，但他去寻找出路了，与我等分开。这样，洛仙子可暂去逍遥盟与云族那边，应当不会有什么危险。多谢君公子。多余的感谢就不必了。若之后霓裳族风华宴上有幸能与洛仙子浅酌几杯，倒是不错。那是当然，金家本就该感谢君公子。好了，叛族的事情暂时解决，接下来就该解决洛风与噬魂族的事情了。君逍遥负手遁空而去。与此同时，在伤魂古界的核心处，此刻在阵眼中，一道火红的明艳倩影赫然位于其中。事情办好了。帝女大人，属下不敢怠慢。很好。帝女大人，关于之前弟子在万段山脉陨落，还未查出是谁下的手。虽然可能是那无量仙朝的太子，但最后并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况且那无量仙朝太子也已经陨落了。死了便死了，况且那时候我知道他会死。你觉得那种废物需要去救吗？过来。噬魂大法。帝女大人，您这是……你以为你的心思藏得住吗？哼，看来你果然还是没有丝毫察觉啊。帝女大人，您这话意思是？真以为我还是曾经的噬魂族帝女吗？什么？不可能，这怎么会？我没有理由向你解释什么。不过，你说你对我忠心耿耿，倒也未必。你之前一直挑拨我对那君逍遥出手，难道不是想要借刀杀人？可是，我这都是为了帝女大人着想。所以我觉得，拿你当做投名状，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怎么可能？你难道想与那君逍遥？我不论你现在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但至少现在，你是噬魂族的帝女，竟然帮助身负云族血脉的宿仇君逍遥，你将其交给君逍遥。是。屠司点头，宛如一具麻木的行尸走肉，身形远去。这样一来，那君逍遥应该会知晓是我在暗中排布。不过对于我的示好，他会是什么态度呢？行吧，接下来噬魂族的那些家伙们也该出师了，我还需要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才行。是该离开了。不过君逍遥，事后我们自然有真正见面的那一刻，倒是有些期待呢。而另一边，伤魂古界内，一行黑影浮现而出。苍茫的各路修士看到这里，面色煞白如纸。是噬魂族的顶级强者，这下完了。难道今日我们都得陨落于此？应该要出手了吧？云族，是云族强者来了。逍遥说的果然不错，一群老鼠隐藏在伤魂古界无数岁月，终究还是露出了马脚。怎么可能？该死，又是那君逍遥！千玄者在哪里？他为何不出手对付那君逍遥？黄金地族的人失去了联系，他们怕是凶多吉少了。怎么可能？莫非暗界天玄者也被那君逍遥解决了？噬魂族在哪里？他们还不出手吗？君逍遥则没有停留在伤魂古界，而是返回了天陨星域的天水界古城。
这是禅红庄帝女的吩咐。禅红庄也是该给洛风一个结局了。洛风，就榨干你最后一点价值吧。在天水界古城内，此刻洛风正与洛仙家解释：“抱歉，蒹葭，是为兄不好，之前一直都在寻找出路，所以没有及时找到你。”不必道歉，兄长也并非刻意如此。况且，那时候就算兄长在，也未必能应付得了局面。蒹葭，那君逍遥之所以救你，怕也是与所谓的婚约有关，你可不要把他想成单纯的好人。洛族洛风可在？今日我无量仙朝前来讨债。恕我直言，洛某着实不知何时招惹了无量仙朝。还在装模作样。在万段山脉，长明难道不是陨落在你的手中吗？哼，无凭无据，未免有些血口喷人了吧？无量仙朝的前辈，会不会是有所误会？洛姑娘，老夫可不是血口喷人，若是没有证据，又岂会前来找此寮算账？一块流影石出现，所显现的赫然是洛风联合屠司出手对付于长明的景象。那人是天泉古城的太子，他竟然和洛风联手了。该死，君逍遥一定是他。的确，我是不知晓此事，此人也绝非是我。或许有人想要暗中栽赃嫁祸于我，因此捏造了此事。你还敢狡辩？既然如此，那这个如何解释？难道也是有人想要嫁祸你？再度祭出了一枚流影石，赫然是洛风借助噬魂吞天古阵修炼噬魂大法的景象。怎么回事？洛风竟然会噬魂族的阵族功法？莫非他被噬魂族夺舍了？难道是那屠司？该死，竟然敢这样算计我！你可还有话说？兄长，你……我没有，其中定有猫腻。哼，既然如此，你可能与噬魂族有关，修行有噬魂族的神通。先将你带回无量仙朝，若确认你并没有修行噬魂族功法，那么我无量仙朝自然该赔礼赔礼，该道歉道歉。我乃洛族公子，是什么身份？你们无量仙朝也有资格接纳本公子？洛族好大的威风！那位是无量皇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做过就是没做过。你敢用自己的道心与道途立下天道誓言吗？这我没做过的事情，为何要因此被逼许下天道誓言？无量仙朝未免也太过霸道。你们洛族是大，但我无量仙朝也绝不是好欺负的。这气氛倒是热闹，发生了何事？君公子，是君公子，君公子来了。皇主陛下，眼下局面的确可能与洛风有关，但他毕竟是洛族的公子，若真有什么问题，洛族也可以检查出来，给一个交代。无量仙朝也并不想真的与洛族起冲突吧？也罢，看在君公子的面子上，今日可以暂且作罢。不过洛族必须要给我无量仙朝一个交代。那是自然。不愧是君公子啊，这牌面。我懂了，听说日后云族很可能会与霓裳族联姻，洛金家很有可能是人选之一。这样的话，就是君公子的未婚妻了。帮助自家未婚妻，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君公子，这次又多谢你了。不必如此，也只是就事论事罢了。君公子，日后若有空，可前来洛族，蒹葭定会尽心招待。下次一定。此事也算暂时落幕。回来后，洛蒹葭看着洛风，那些事情都是真的。蒹葭，为兄都是有苦衷的，都是因为那君逍遥。够了，洛风，你是知道一切吗？在万段山脉时，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将我等引开；而在伤魂古界，
你也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我和族人被叛族追杀，死伤惨重，你却在借助噬魂吞天古阵修炼。你不，蒹葭，不是这样的。我原本打算之后会带你们离开，但是……住口！按理说，我洛族待你也不薄，你如今和噬魂族有所牵连也就罢了，还想拉洛族一起下水？不是，蒹葭。行了，洛风，之后回到洛族，会有刑法长老找你。对了，你我不再是兄妹关系。说完，洛蒹葭转身离开。蒹葭，可恨，全小瑶，都是因为你。若不是你，我怎么会与噬魂族勾结？又怎么会沦落到眼下这般境地？随后的几日，洛风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暗中逃离。然而，就在洛风暗中来到天陨星域边缘的传送古阵，准备传送离开天陨星域时，徐逍遥，你……洛风，你果然还是选择了逃走，但是，逃得掉吗？全逍遥，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洛风，在最开始，好像是你先出言挑衅吧？怎么现在觉得自己很无辜吗？君逍遥也没有浪费时间的意思，抬手便是一记混沌大手印拍出，最后没有丝毫的悬念，洛风直接是陨落在了君逍遥手中。这一趟行程，把几天、于长明、洛风三人都解决了，也算清清爽爽。接下来，还是要关注一下洛蒹葭，以及万星飞仙殿的其他星君。无垠大陆一方隐蔽的小世界内，一些叛族势力的强者再次齐聚。那君逍遥当真可恨，不过他是如何能拥有那么纯粹的不死物质气息的？我拓跋古族早就看此子不顺眼了，奈何你们都……好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多说无益，还是考虑之后的事情。真正的暗界天选者即将出现，那君逍遥绝对不会再那般嚣张猖狂。还有，接下来的那件事也要与劫组织配合。此外，那君逍遥必须要除掉，也可以与他们联系了。想必他们对于那君逍遥也是感兴趣的紧。祖灵界群英殿，杨旭和穆长熙都是到来。接下来，我会传一门法给你们，虽然是不完整的，但对于你们的实力提升，或许有所帮助。公子，这法门不必惊讶，好好修行此法，之后在论道会上，不要给逍遥盟丢脸。多谢公子，杨旭一定不负公子所托。夫君，马上论道会将要开启，长熙觉得还需要再提升点修为才行，所以，夫君能否助长熙修行？君逍遥究竟想做什么？莫非真想把逍遥盟建成能和群英殿抢饭碗的至高学府？时间流逝，群英殿的论道会也是开启，地点位于群英殿内部的一座宽阔广场。是他，敖天幽，他竟然现身了！他可是我群英殿的天级序列。什么天级序列？敖天幽，来自始祖龙族中的邪域幽龙一脉，是邪域幽龙一脉最妖孽的存在。废话，他之前可是一直都在始祖龙族的龙岛中修行，那里的龙族天骄有弱者吗？话说敖天幽突然回了嘴吗？莫非是因为论道会之后所要宣布的那个机缘？在论道会完结之后，一位群英殿的副殿主终于开口：“诸位，接下来有一件事要告知你们。位于遗失之地内的绝天战场将要开启，其中的化仙池将出世。对于你们而言，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机缘。不过也要有所准备，那其中的凶险毋庸置疑。”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遗失之地签到。论道会结束之后，洛蒹葭主动找到了君逍遥，想和他单独聊聊。我大概知道洛仙子找我想聊什么。君公子你，应该是与在伤魂古劫内，那时候你体内的特殊力量有关。我说的可对？君公子猜得不错，
其实我体内的这股力量，若无意外，应该是所谓的轮回印。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我越发频繁入梦，浮现出许多碎片。那位女子像是我，又绝对不是我，所以我……洛仙子既然出现这般变化，那应该寻求洛族或者是霓裳族的帮助。其实是因为，根据那些碎片记忆，似乎与一方名为万星飞仙殿的势力有关，而君公子又身怀数颗药师星辰，所以想着是否会有些许关联，又或者君公子的星辰之力会有所帮助。没想到洛仙子对君某竟然如此信任，那君某倒是可以尝试帮助一下，但也无法保证什么结果。真的吗？多谢君公子。在一处极为偏僻的破碎的虚空狭隙之内，看来我的炼丹手法还未完全生熟，这9转化生丹的品质也算是极品了。可惜，此等丹药不能为我所用，倒是便宜那魔剑王了。哼！药离再度见到了魔剑王。魔剑王，东西带来了。魔剑王，这9转化生丹虽说不能让你完全恢复，但至少能让你恢复一部分实力。接下来，君逍遥会前往遗失之地，那就是最好的机会。只要你能灭杀君逍遥，让我得到3昧真火，有3昧真火的加持，我便可以炼制出更稀有的丹药，助你完全恢复。可以，那就祝我们合作成功。当药离离开之后，走出了一道白发玄衣的身影，正是君逍遥的冥王身。9转化生丹，这丹药祭炼出来可不容易，看来药离是下了血本。那药离是多想让我死，连这等丹药都舍得送出。不过刚好，倒是可以顺道助我的冥王身突破。接下来，君逍遥冥王身也是单独遁去。太恐怖了！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莫非是有至强者出手，要毁灭一界？不对，那是天道劫伐之力，是有人在渡劫。那是什么劫术啊？竟然要毁灭一界？莫非是地之无上的大劫？那位大人成功了吗？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方势力的大人物。莫非又有一位新的地之无上强者出现了？另一边，君逍遥3清神待在群英殿，等准备一番之后，便可前往遗失之地。丹鬼前辈，身体可好些了？托君公子的福，我暂时没什么大碍了。况且在天域仙朝，众人都对我颇为关照。丹鬼前辈，您前来是因为……我已经知晓丹界的下落了。那丹界若无意外，应该就在遗失之地内，而且有可能在那处名叫天虚的奇观世界之中。天虚，我明白了。那之后，倒是要劳烦丹鬼前辈和丹匪陪我走一趟了。那是自然。遗失之地，乃是苍茫星空内一大片极为广袤的区域。香洛离在来到苍茫之后，几经因果周折，来到梅村。村长爷爷、牛爷爷、秋海婆婆，洛离，你是我们梅村里唯一能与梅大人感应的人。这段时间的修行应该还不错吧？洛离也是有不少收获。那就好。不过接下来倒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你说。什么事？其实我们梅村在整个遗失之地只是处于最为偏僻的角落，在遗失之地内有一处绝天战场。绝天战场是通往天虚的唯一通道。洛离，你如果想继续修炼蜕变，就必须要前往天虚，那里将有真正的大机缘等着你。洛离，你应该知道梅大人的特殊之处，但如果我说梅大人仅仅只是一截枝丫呢？什么？难道在那天虚？这个你拿着。在早时，我曾意外救过一个人，他将此玉佩给我作为信物。
这次你前往绝天战场，定然没有那么容易。只要找到这玉佩的另一半，会有人帮你的。对了，这次出行，就让丹林陪你一起吧。只要能找到逍遥哥哥，还需要其他人帮助吗？村长爷爷，这就不必了吧？若离，你可别小看了他。以他的炼丹手法来说，他的来历也并不简单，对你此行会有一点保障。接下来，牛爷爷、春华婆婆又叮嘱了江洛离一番，江洛离这才告退。这丫头此行能顺利成功吗？不管成功与否，都得一试。毕竟，她是我们未来联系那一边的唯一希望啊！哎呀，我们已经在这一世之地待了太久太久了。另一边，江洛离离开村长等人之后，心中也在谋算。逍遥哥哥，江姑娘，何事？是村长让我来找你，看来之后我们要一起出发了。我无需你帮助。此女果然难办，不过她本身乃是极为罕见的元灵仙体，可惜已为人妇，就是不知道她口中所谓的夫君究竟是谁。哼，她那所谓的夫君，如果真是个厉害人物，就不会放任她独自一人在此。她如此努力修炼，就是为了帮助他那所谓的夫君。看来那男人估计也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只会依靠女人。不过这次出行倒是一个机会，丹界的入口就在那天虚之中。等到时候我回归丹界，告知江洛离身份，他应该会对我有所改观。就他那小白脸夫君能有什么身份，能与我这丹族道子相媲美？我可是继丹鬼前辈之后，丹族最为优秀的种子。数日后，江洛离出发，离开了梅村。江洛离也是来到了一座古城之内。哎，你有没有听说，马上交子会就要开启了？包括太皇山、圣天府、灵虚崖等势力的头牌人物都会前往。听闻他们是要商议前往绝天战场之事。是啊，绝天战场开启，听说日后外面的那些大势力人物也会进来。看来他们几方势力是想先行一步。看来这次绝天战场开启，动静会不小啊。那些遗世之地外的势力也会前来，所以我们得先行一步。若是能在化仙池捞到点好处，那就再好不过。不过这一次最有希望得到化仙池机缘的，应该是太皇山的那位羽皇子吧。不过这次外面来的妖孽也不简单呐，还有群英殿，哎，那位君逍遥，你们听说过没有啊？或许他也会前来啊。哎，那位少女是哪一方势力的？好美的少女，感觉比天月圣女都要美太多，差距不止一个档次啊。咦，此女的气息，怎么感觉有点像是元灵道体？不对，不是元灵道体，莫非是传说中的元灵仙体？啊，这位姑娘倒是面生，不知从何而来，在下灵虚崖道子。这位姑娘，你这有些不礼貌了吧？不礼貌的是你才对。你又是何人？我们是谁不重要，但你若敢打扰江鬼，我不会放过你。而就这气氛显得有些紧绷凝重之际，哼，此地倒是热闹。这位男子正是太皇山小祖羽皇子。这位姑娘，你这玉佩从何而来？是一位长辈给我的，说让我去找与玉佩相关之人。那倒是巧了，这玉佩乃是我父亲所有。哈，不过是想结交一下这位姑娘罢了。哼，这位姑娘手中有我太皇山的信物，你们谁敢动她，就是冒犯我太皇山。如果姑娘不介意，
可否愿意前往太皇山？随后，玉皇子和江洛离、丹林一起离去。莫不是羽皇子看中了那位身怀元灵道体的姑娘？看来你还是对羽皇子颇有忌惮呢。哼，难道你就有把握与他一战吗？哼，但有人可是不高兴。太皇山占据了一世之地内最为富饶、灵气盎然的一片地域。元灵仙体吗？这等体质，便是我所在的时代，也是罕得一见。这次前往绝天战场，不知是否能进入天虚之中。世人都以为那绝天战场中的化仙池是惊人的机缘，殊不知，那化仙池也只是机缘的一部分，真正的机缘在天虚之中。若是真能得到那机缘，或许有可能帮我铸就无上地气。若是能得到星辰之力修行就好了。虽说听闻外界那位名叫君逍遥的人和他身边的人皆有星辰之力，但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可惜了，如果有八宝玄光镜在，获得那星辰之力应该不是问题。现在不是想那些的时候，等之后进入天虚获得机缘，再想办法寻找其他星君，最后得找到八宝玄光镜。若是没有八宝玄光镜，就无法探查到星宫的下落。另外，还有那名叫江洛离的女子，她身上的秘密也是不少，而且那种元灵仙体体质，莫非也与天虚有关？这倒是凑巧，正好之后我等几方势力要进入绝天战场，倒是方便一些。时间流逝，数日之后，一世之地的各方势力修士逐渐进入绝天战场。没想到那位血气魔女竟然会出现，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她好像刻意不想让我们进入天虚一般。但不论如何，这次别说进入天虚了，就算在绝天战场寻找化仙池，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有血气魔女在，没人能镇压她。我觉得这倒不一定。不是听说之后不久，瞿英殿的妖孽也会来吗？若是那位君公子出手，能否镇压血气魔女？哎，这倒是不知。不过，我觉得可能有戏。羽皇子觉醒了4项星君的轮回印，所以也是知晓一些隐秘。他莫非与天虚中的那一族有关？若是如此，倒是麻烦。就在一世之地，因为血气魔女出现之事而闹得沸沸扬扬时，群英殿这边众人也是启程。我圣天府恭迎君公子到来。府主客气了。若君公子不嫌弃，可暂时在我圣天府落脚。那便劳烦府主了。君公子客气。君公子来此是为了绝天战场的化仙池吧？不过前段时间我等曾经先行进入过一探，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血气异象，更是碰到了血气魔女。是吗？可惜了，连一位身怀元灵仙体的姑娘，都是被那血气魔女所镇压。估计已经香消玉殒了。那位姑娘的事情，我有点兴趣。圣天府少府主微微打了个寒战，但面对君逍遥询问，他还是暗中神念传音，将诸多事情都告知。你是灵虚崖道子？正是在下，见过君公子。你曾在天骄聚会上搭讪刁难过那位姑娘？不，我只是觉得。再让所有人都是面色凝固，同谋震颤。灵虚崖道子竟然死了！君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君公子，想你乃天月楼圣女。你在绝天战场时，曾对一位身怀元灵仙体的姑娘出手。君公子，我不知道那位女子和您有关系。君公子。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圣女她莫非又哪里得罪到您了？若真有冒犯，我天月楼必然赔罪。赔罪？君某的妻子在绝天战场被他出手暗算，导致被那血气魔女镇压。你说，你们天月楼该如何赔罪？君公子竟然有妻子了。君公子，我错了，我不知道那位姑娘的身份。羽皇子，
救我！君公子，其实我等都不知晓，那位江姑娘竟然和君公子有这等关系。江姑娘虽然被血气魔女镇压，但后续也并未陨落。不如就让天月圣女带罪立功，前往绝天战场，寻找血气魔女以及江姑娘的下落。是，君公子，给我一个机会。需要吗？圣天府也是给君逍遥安排了休息的落脚地。另一边，在一处殿内，羽皇子也是与洛千家在交谈。秋水星君，真的是你啊！看来你已经觉醒了意识了。不，我只是稍微浮现出了些许记忆，应该还不算完全。啊，这不要紧，随着时间推移，你终会想起一切。对了，你竟然待在了君逍遥身边，而且看上去和他关系还不错，莫非也是想图谋他身上的星辰之力？秋水星君，你现在的实力还未完全恢复，况且呢，君逍遥也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象，手段更是果决狠辣。你不要冲动，之后我会想办法。那些星辰本就是属于我万星飞仙殿的东西，自然要物归原主。羽皇子又叮嘱了几句之后，洛千家也是离开。离开之后，他暗中找到君逍遥。哼，根据你的记忆碎片，那羽皇子应该便是4大星君中的4象星君。君公子还是要小心为好，他藏的应该也很深。不急，他若是敢出手，反而是作死。眼下还是考虑绝天战场之事。没过太长时间，君逍遥等人便是启程出发，前往绝天战场。君逍遥在进入其中之后，直接就是冲着血气魔女去的。我去，有实力就是任性啊！那便是化仙池吗？洛离，血气魔女。丹鬼前辈，公子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啊？我们去看看，这位男子究竟是谁？实力竟然如此恐怖，真不知道此人究竟是何来路。不过刚好，也许这是我的机会。那似是沉睡的江洛离，他的目光第一时间便顺势看到那在虚空之中镇压住了血气魔女的白衣身影。逍遥哥哥，洛离，看来你也是经历了不少，有诸多奇遇。逍遥哥哥，我知道你有很多想问的。此事不急，回去后可以慢慢说。香姑娘，难道那位白衣男子就是他的夫君？你应该庆幸你有点自知之明，没有冒犯，不然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我看你的实力也极为不弱，但这并不代表你能侮辱我。实不相瞒，我叫丹灵，来自丹族，你或许听说过。而这时，远处有人影遁来，声音响起：“君公子，你无事吧？”丹鬼前辈，君某无事。你是？莫非真是丹鬼前辈？晚辈是丹灵。原来是你。丹灵见过丹鬼前辈。君公子，请问这是什么情况？为何我丹族的人会在此？你可以去问问他。君公子，虽不知道这位族人做了什么错事，但若真的得罪了公子，那公子该如何惩罚便如何惩罚。既然此人是丹族，那看在丹鬼前辈的面子上，此事罢了。但他若再犯，那可就不止所谓的惩罚了。多谢公子。洛离，关于这化仙池以及那血气魔女，逍遥哥哥，那位血气魔女不是坏人。看来你所在的梅村有着不小的秘密。他们之所以对你如此，莫非是因为你体内的元灵结？这化仙池，与其说是一口仙池，倒更像是融合了一种蕴含仙之精粹的血，对于洛离你的修行大有好处。逍遥哥哥，一起？不必了，你先在此修行，结束后我们回去再商议一番。随后，越来越多的人都来到了化仙池的周围。那是化仙池啊！果然感觉到了一种仙道精粹，若是在其中修炼，好处无穷啊！君逍遥，
你这是什么意思？抱歉，华仙池被佳期所用。当然，诸位来此也并不容易，所以……君逍遥，都说你行事霸道，如今看来，果然不负其名。君某已经分出部分华仙池机缘，当然，你们若还想争取，那也可以试试。在回到圣天府后，君逍遥也是开始着手让血气魔女恢复意识。这位姑娘，你……原来是你们救了我。我知道姑娘方才苏醒，心中定然有诸多疑惑和茫然，但可以告诉你，我们对你并没有恶意，只是想要知道有些情况。对了，我姓君。君家？你来自君家？看来姑娘知晓，这样就更好了。我君家应该算得上可靠吧？我叫思静，来自隐仙族。隐仙族？其实有很多记忆我都缺失了，但我记得那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无数暗界生灵降临，整个浩大的天之禁区被打成了废墟。思静姑娘可以暂时休息一下，我等是不急的。君公子，金蝉寺等势力想求见你。金蝉寺？不多时，君逍遥独自一人到来。见过君公子。不必客气，你们来此找我何事？君公子，这次我随同南离住持等人前来，便是为了那血气魔女。此话何意？君施主镇压了血气魔女，着实是大功德一件。他手中然有遗失之地无数生灵的鲜血，所以我等前来，乃是希望君施主能交出血气魔女，让吾等能超度其魂归西天，也算是让那些陨落在他手中的冤魂能得以解脱。血气魔女的确是被我所镇压，那处决权应该也在我。我觉得现在大可不必急于一时。君施主，你镇压了血气魔女，绝对是大功德一件。但血气魔女身上所承载的人命冤魂实在是太多，留下她对你而言非是一件好事。我金蝉寺刚好有一门超度法，可以。怎么，本公子需要你来教我做事？君施主，你……金公子，你镇压血气魔女，在整个遗失之地都是生死无二。但你若是留着血气魔女，难免会惹人非议，到时候或许会遭到反噬。你这算是在威胁君某？君公子误会了，当然不是。最好不是，因为名声于我而言，有当然好，但没有又如何？还有谁敢反对君某不成？你对君某的决定有意见吗？没，当然没有。那你呢？我等没意见。还有你们？我等认为，既然是君公子镇压了血气魔女，那自然是由君公子处置了。行，若是无事的话，那便好走不送。他回到了江洛离思静那边。看来果然有问题。多谢。不必。外面的情况，我方才都听到了。其实这也确实是我手染的罪孽。谁都不愿意变得如此。相比于懊悔，我觉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更加重要。天虚可能将会发生不小的事情。抱歉，我暂时还想不起太多的记忆，不然的话，对你们也会有所帮助。你已经透露出了隐仙族的消息，接下来你需要尽量恢复实力。或许之后天虚之行，还需要你的帮助配合。那是自然。
若我之后所做之事能补偿我哪怕1/1000的罪孽，我都愿意去做。而另一边，在圣天府所在的一座楼阁内，丹灵，如今我丹族示威，你的确已经算是优秀的后辈，但你应该知道君公子是何等人物。若没有他出手相助，连我都有可能陨落在一个无名小界当中。日后，君公子将是我丹族振兴的最为重要的引路人，所以你日后莫要再对君公子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丹鬼前辈，我丹族曾经可是苍茫18族之一，如今竟需要沦落到被一个年轻后生所拯救。看来你还是没有认清现实啊！既然如此，我只和你说一句话：要么尊敬臣服于君公子，要么你就退出丹族，再不是我丹族的一员。什么？丹鬼，曾经我丹族的传奇人物，如今竟然显得如此奴颜媚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那君逍遥的后道仆人。哼！我丹林，堂堂天之骄子，未来注定成为丹道大宗师的人物，又岂会如此卑躬屈膝？然后便腾空而去。丹鬼前辈，就这样让他走吗？若能让丹族再度振兴，便是让我丹鬼牺牲都可以，岂能让这丹林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他如果想当老鼠屎，那也只能将他剔除出去。另一边，离开的丹林脸色泛着铁青，在某一处楼阁顶层之内。阁下应该是丹族人吧？嗯，你怎么知道？当然了，对于丹族血脉，我可是刻进骨血里的熟悉啊。毕竟曾经，我也拜入过丹族。拜入丹族？你可以称呼我为药王殿少主药离，当然，也可以称呼我为离天丹帝。离天丹帝？你不必防备什么，若本帝真对你不利，你再防备也无用。你找我来此做什么？有何目的？很简单，我与那君逍遥是死仇，如今你们丹族那丹鬼似乎臣服了那君逍遥，甚至准备让整个丹族都臣服于君逍遥。你对那君逍遥可服气？愿意臣服于他？怎么可能？我丹林是何等人物，岂会屈居于人下？既然如此，与其委曲求全，不如加入我药王殿。忘了跟你说了，我有对付君逍遥的手段，而且100%的把握，可以让他陨落。到时候，你可以一起与我亲眼见证。另外，那君逍遥身上有一簇三昧真火，加上丹鬼所用的丹族三昧真火，到时候这2团三昧真火，你我可以一人1团。加入药王殿？那你要我做什么？很简单，告诉我丹界的入口，解开封印。是你们先不认，休怪我不义。好啊，看来这一次倒是可以看一场热闹的好戏。君逍遥想要收编丹族，那就偏偏不能让他如愿。以我所准备的后手，不仅是对付君逍遥，连丹鬼等人都可以直接灭杀。想要通往天虚，唯一的道路就是经过绝天战场，这便是丹界的入口。离天丹地，你说可以找到丹界，获取其中的资源，没有偏无等吧？当然，等之后丹界开启，你们便可以进入其中大肆搜刮。放心，丹族的事情我们定然会解决。那边是什么情况？莫非是有异宝纪元出世啊？那是一方古界的入口，我怎么感觉其中有浓郁的丹香飘出？莫非是一方丹道秘藏？而就在众人深入之际，在某一片区域，魔王，曾有暗界魔王在此。
暗剑魔王。不妙，丹鬼前辈，那莫非是丹界入口的封印被打开了？是他吗？丹鬼前辈，我们也去吧。药离，你这手段可真狠！成大事就不需小心，我们只要等到君逍遥和丹鬼来到，然后引他们离开，之后便可将他们灭杀。哎，那人……而就在这时，药离似是有所感应，那里有一位黑袍人静静地站着，既不进入丹界，也没有其他的举动。有意思，还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来了。是他们。丹鬼前辈，你先去丹界那边帮助丹族，此地的事情我一人来解决。逍遥哥哥，小心啊！忽然，一道黑袍身影插入了君逍遥与药离两方中间。阁下来自何方？君逍遥，随我离开。去哪儿？众生的归宿，轮回的尽头，死无葬身之地。地府，终于是按捺不住了吗？地府，就算你们不来找君某，君某也有一天会去找你们。但可惜，并不是现在。去不去，由不得你。这次，地府就派你一人前来，还是说，你对自己颇有自信？我是地府28号实验品，昌鬼。地府实验品，昌鬼。我唯一的指令，就是带你回地府。这君逍遥还真是个惹事的主，不知道招惹了多少妖杀。不过这样也好，先削弱他的力量，可以更方便解决问题。这黑袍人的气息，怎么感觉与那神秘的地府有关？果然不简单。不过看来，即便强如君逍遥，一时似乎也是难以解决。哼，果然，这世上岂有真正的无敌之人？看到君逍遥与昌鬼杀到远处，药离、丹林等人也是暗中紧随而上。那是鸿蒙之地，怎么可能？地府的实验品，果然有点诡异之处。君逍遥，我地府的能力与手段远超你的想象。若是能把你带回去，以地府的手段，能将你改造成古往今来最为强大的存在，或许你将能成为灭世级的实验品，那将是你的至高荣幸。灭世级实验品，听上去倒是挺唬人。可惜君某对自己很满意，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改造的地方。另外，如果你觉得依靠这些分身障眼法便能让君某对你束手无策，那只能说地府能改造你的实力，却无法提升你的智商。无用，不论你有何手段都无法战胜我。是吗？那只要真正让你的本体出现，然后灭杀即可。便是真龙幼子，先皇后裔，在君某眼中也不过是有资格当坐骑，何况是你这只猫科动物。君逍遥话落，一剑斩出，地府第28号实验品昌鬼，也是在君逍遥一剑之下被湮灭。药王殿少主，戏可看够了。君逍遥，不得不说，你是我见过的所有人中最妖孽的存在。不，妖孽不足以形容你，该说是异术级存在吧。我倒是也见过，但感觉依然远不如你。能得离天丹地这般谬赞，倒是让君某有些不好意思。嗯，你已经知晓了。曾经也算是一代丹道圣手，药王殿的创建者，离天丹地。你觉得此地当做你的永眠之所，可还满意？君逍遥，不得不说，你让本帝意外了。本帝重生一世，没想到会遇到你这么一个对手。君某倒是并不意外，像你这样的轮回重生者，倒也杀过。不过，你若是愿意放开识海，让我种下奴役之印，臣服于我，或许君某还有兴趣留你一命。
我感觉这话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君逍遥，你的确强到逆天，可以说光从武力方面来看，本帝现在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但要知道，有时候智慧可以弥补武力的差距。与其说此地是我的永眠之所，倒不如说是你的埋骨之地。哦，你有什么底牌？别急，来了。一股滔天的魔威浩荡冲击而来。金逍遥，看吧，本帝的底牌来了。他与你还有些许渊源。君逍遥，还在强撑吗？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底牌是什么吗？这位魔剑王对你还有君家，可是恨之入骨啊！离天丹帝，半场开香槟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然而这时，在那片浩瀚的血色之中，那道模糊的身影终于是浮现而出。药理，此地作为你的永眠之地，我觉得很合适。这怎么回事？魔剑王！离天丹帝，你纵使算计一世，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有被算计的一天吧？哼！离天丹帝，你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吗？从始至终，你都在我的算计之下。你的一举一动，那些小动作、小心思，甚至包括在鸣罗古界通过摩罗老祖对付我之时，所有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逍遥，你……对了，还要多谢你辛苦炼制的九转化生丹，若不是这丹药，我想突破也没有那么容易。怎么可能？你竟然伪装魔剑王！那柄魔剑雪苍穹，绝对是魔剑王的兵器没错。难道你……不错，魔剑王也折在君某手中。离天丹帝，一切都结束了。不过你放心，你所创建的药王殿，君某在接收后会管理好。你还想夺走本地的药王殿？不可能！就算你背景势力雄厚，也不可能毫无理由对一方丹道不朽势力出手。从你与所谓的魔剑王合作开始，诸多证据都在此。药王殿曾勾结暗剑魔王、吃毒王对付丹族，现在身为离天丹帝转世的药离又针对君某，这些理由够了吗？不够的话，自然还有其他的。本帝死来！身为曾经的一代丹帝，你的记忆应该颇有价值，君某便笑纳了。最后，在一声愤怒不甘到极致的怒吼声中，一代药王离天丹帝就此陨灭。不愧是离天丹帝，在丹道方面倒是无可挑剔。以后若需要炼丹，这丹帝技艺应该也能勉强应付了。君逍遥，君公子，我说我是被他骗来的，你信吗？君公子，是在下错了，能否看在丹鬼前辈以及丹族的面子上，饶我一命？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怕了。现在，就算我原谅你，丹鬼前辈以及丹族也不会原谅你。对于你这种人，最好的教育就是送你投胎，下辈子重新做人。一声惨叫之后，丹林直接被君逍遥斩杀，元神都被磨成了灰烬。虽然是只蝼蚁，但这丹道天赋却也不弱。此地事了，去丹界。丹界这边，随着各方势力攻入丹界之内，快点儿将此阵攻破！曾经乃苍茫星空第一炼丹势力的丹族，其中会有多少资源底蕴？谁若再敢对丹族出手，便是与我君逍遥为敌。我知道你们对于丹族的资源底蕴有所觊觎，但丹族曾经是我云族的盟友，既然我在此，那就必然不会坐视丹族出事。希望各位卖君某一个面子。逍遥哥哥，
君公子，多谢君公子。不必，这本就是我该为之事。另外，解开丹界封印之人是那丹灵，他与药王殿少主合谋，不过现在都已经解决了。之前我已经告诫过他，他的死是咎由自取。随后，君逍遥等人都被接引入了丹界深处。诸位，我回来了。大鬼大人，真的是你啊！多谢君公子仗义相助。若非公子出面震慑，今日我丹族算是非议。君族与丹族本就是盟友，君某出手也算是理所当然。不过实不相瞒，君某倒也不是一点私心都没有。所以，君公子的想法是？我想丹族也不愿意一直待在这丹界之中吧。我知道你们定然会有一些顾虑，关于曾经暗中针对丹族的势力，其实与离天丹地与药王殿有关。多余的话就不说了，那离天丹地已然陨落，而接下来我会出兵接管药王殿。其实君某的目的也很简单，我需要一方丹道势力，你们丹族可以重现世间，得到庇护，安心发展。君某不会过度干涉，你们只需要提供必要的价值即可。诸位，这是我们丹族唯一能繁盛的机会。所以最后，丹族也是选择了追随君逍遥，而之后，君逍遥也是和江洛离、司静等人离开了丹界。此刻，在天虚深处，那位前辈所遗失的玉龙王龙源，还在深处吗？听闻太古龙坛中也有始祖五龙的传承，乃是神轩地龙王，可惜一直都没有人得到，而且属性也与我邪域幽龙一脉不契合。玉龙王的龙源则刚刚好。传闻天虚内有一处浩瀚的天河。与此同时，另一边就是这里了。等待了这么久，终于是要结束了呀。秋水，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那一族中与仙有关的东西，便可以为我们铸造最强地基，甚至日后超越上一世，也不是不可能。而在这些人接入天河之后，君逍遥等人才来到。这个地方，司静姑娘，我没事。在这天河之下，暗界魔王，我们也进去吧。看来一切的秘密都可以在其中得到答案。天河之下，就是这里。这像是曾经某一方族群的祖地。佛七，是你？我等来此有另外的目标，想必应该不会与阁下有所冲突。哼，那自然最好。不然若打扰到我，可不会管你是不是群英殿的同僚。在这宫殿外有颇为不凡的阵法，虽说已经有所纰漏，但想要破开也没有那么简单。不如施主与吾等一起出手，如何？而这时，另一边，羽皇子和洛蒹葭也是来到。我们也进入。君公子，应该快来了吧？玉龙王的龙源就在那青铜古门后。果然，在那扇青铜门的背后，有我们要找的东西。或许真是那一族所遗留下来的族血，这些绝对会帮我们打下最强根基。等此阵被破，取走玉龙王龙源，我们就走。出手！敖天幽，你若出手，绝对会后悔。君逍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或许可以问他们。君公子，小僧不知你此话何意。都到了现在，就不必再装了。你们背后是哪方势力？劫组织，亦或是叛族？不过都无所谓了。你们是想解救这被阵封在黑海之下的暗界魔王吗？君公子是如何知晓的？小僧可曾露出过什么破绽？从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很虚伪。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有疑点的是金蝉寺，而你又与金蝉寺混在一起。君逍遥，不得不说，你这位苍茫星空新生代领军人物，果真不凡。之前连无垠大陆的那些种族都被你耍得团团转，不过这次，你应该没有那么幸运了。佛奇，你等挡住他们，老僧来破开这6道封门阵。君逍遥，你3番2次阻止暗界的大计，而这一次，便是你也将无力回天。你倒是叛变的彻底。君逍遥，你是阻止不了的。谁说我要阻止了？玉龙王的龙源，是内地蕴藏先知精粹的祖血，竟敢对我出手，找死！终于成功了，伟大的王！冥佛将带领吾等超脱彼岸，横渡苍茫大劫。君逍遥，不论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今日你无法阻止这一切发生。金蝉寺叛变，很可能是他们冥冥之中受到了那尊魔王的影响，而你，应该来自劫组织，单纯就是叛徒与卧底。那又如何？今日，难道你以为你可以安然离开吗？我等见过暗域明佛王。这道魔影正是暗界72魔王之一，暗域明佛王。我终于再现世间，阴仙真祖，你终究是无法困住我。暗域明佛王，令人厌恶的血脉气息。君家、云祖，你身上的机缘倒是不少，但皆是无用。是吗？但君某的手段可不止这些。旋即，君逍遥施展出了仙法小宿命术，一位白衣老者的身形浮现而出。阴仙真祖，你终究还是破风了。没想到，无知后辈的传承，竟然出现在了一个外族人身上。君家后人有些了不得呀！阴仙真祖，莫非你觉得仅凭一道真灵就可以阻止我？没想到，他竟然选择了一位人族。希望玉龙王前辈能施以援手。这是我隐仙族的祭灵，梅神。可是，梅神大人已经遭到了不死物质的侵蚀，不然的话，倒是能帮上不小的忙。然而君逍遥却是一笑，他抬手而去。果然，他还是破开阵法了。君家后人，若是你只有这些手段，那你还是趁早离去为好。哼，本王无惧一切。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9星奖励，魔暗元胎。魔暗元胎，这是。瞬息之间，暗域明佛王便是感觉到自己体内的不死物质似是遭到了某种压制。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层级的不死之力？这种层级的力量只在魔暗四神身上出现过。你这种力量到底由何而来？君逍遥没有理会暗域明佛王的震动，他只知道这魔暗元胎果然是克制暗界神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就意外了。如果说这才只是开始呢？君逍遥话落，一手抬起。怎么可能？阿修罗王！可恨，竟然以阿修罗王、魔剑王的力量来对付本王。君某虽借用魔王之力，但以魔镇魔，以恶惩恶，有何不可？随即，君逍遥又祭出了另一样手段，自然是暗之封禁。这种法，冥佛大人，君逍遥，不，
这不可能！本王怎么可能会败？你到底是何等存在？苍茫怎么会出现你这等难以预料的异术？不，用艺术都无法形容。你是变数，是前所未有的变数。管他艺术还是变数，君谋所求不过一世平静，而你暗界却不安分，要再度掀起苍茫大劫。既然如此，君谋也只能一手抚平这风浪。不可能的，你是变数又如何？君家虽然改写了上一次苍茫大劫的结局，但却无法解决不死的源头。只要那一位在，暗界就永远都会存在。强如你们君家，也不可能解决掉它。它是不死不灭的存在。不，它就是死，它就是灭，它就是这世间永恒的终结与归宿，是暗界的创造者，是死亡的尽头。君逍遥通过暗之封禁，彻底将暗域明佛王封印。君逍遥知道，那所谓的暗界创者死亡的尽头，应该就是末日四天启之一的死亡。没想到，魔剑王还有那幽谷魔王，诸多存在，皆是被你所解决。君逍遥，你是真的让人不得不叹服。既然选择了做叛徒，那应该也知道会有此刻。没想到，对暗界威胁最大的，不是顶级的至强者，而是你。不过，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惧。所谓的死，不过是另一种生。况且，等真正的大劫降世，伟大的死亡尽头将会现身。他会将我等都复活。到时候，对于我而言，再也没有了生死的区别，将超脱生死的界限。我可以是生，也可以是死。可以，那你就去黄泉，慢慢等那家伙将你复活吧。君逍遥直接是一巴掌震落而下，包括佛七、南离住持等金蝉寺僧人瞬间皆被磨灭。怎么回事？君逍遥，那尊暗界魔王，我说被我封印了，你信吗？哼，莫非是因为那位存在？我知道你们的目标，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转身离开，或者是以德服人。君逍遥，你没想到啊，当初吾等解决不了的事情，竟然被你这个君家后人解决了。莫非这一世的天命真的在君家？前辈谬赞了，此番能成功封印暗域明佛王，少不了诸位前辈出力。对了，那丫头与我尹先祖倒也有因果缘分。既是如此，吾之一滴真血，他当可使用。这门太初演仙诀，乃是吾尹仙族的核心经文，也一并交予他。日后若有缘，他可去苍茫外寻我尹仙族。多谢前辈。君家后人，这龙源也给予你，只希望你日后对吾始祖龙族照拂一二。前辈放心，只要不触及君谋底线，能保证不打死他们。倒是忘了，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不必，应该是我谢你，毕竟你帮我净化了体内的不死物质，而且我和他还挺有缘的，说不定未来江姑娘真能成为我们隐仙族的圣女。我在这方界域察觉到了隐仙族血脉的气息。梅大人，你所指的应该是梅村。好，之后我便去那里。一旁，司静主动退去，梅神微微点头。
身形也是离开了这处世界。洛离，这滴隐仙祖血，你炼化吧。逍遥哥哥，洛离不能独吞，我们一起炼化。还是你单独炼化吧。还是一起吧，而且有其他方法可以一起炼化。洛离，有什么方法？比如双修什么的。那便开始吧。洛离，借助这滴隐仙祖血，加上我的力量，应该足以助你成道了。转眼3个月的时间弹指即逝，终于到达了巅峰期。君逍遥的3清身终于也是从巨头后期直接突破到了巅峰期。此外，他的内宇宙同样再度扩张，从2个中千世界扩展到了4个中千世界。逍遥哥哥，洛离，你也调戏完毕了。若是圣衣姐也在就好了。洛离，你不必担心，就像你有这等机遇一样，圣衣应该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因果。之后，我们3人一定会再聚。好了，洛离，虽然我还想在此耽搁数个月，不过的确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君逍遥等一行人也是离开了天虚。梅村内，村长爷爷、牛爷爷、春华婆婆，这位应该便是君家的公子吧？这位是洛离的夫君。啊，难怪了。诸位前辈，多谢诸位前辈对我家洛离的关照。哎，哪里，君公子客气了。其实说来惭愧，我等也是有所私心。洛离，你炼化了隐仙真族的族血，修炼隐仙族的经文。接下来，你可在此闭关修行，我将亲自教导你太初隐仙诀，日后便可带你回归隐仙族。另外，那天之禁区中与仙有关的东西，其实也与我隐仙族有所因果。洛离，这是属于你的机遇，况且我会时常来此看你。洛离谢过梅大人。没什么，我有预感，将来的隐仙族或许会因为你而改变命运。君逍遥也是启程离开。至于接下来做的事情，自然是接收药离所留下的遗产——药王殿。药离乃是被我亲手所杀。君逍遥，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君某自然知晓。是你杀了离儿。他该杀，所以便杀了。你放肆！那是天域仙朝。难道今日要和云族展开不朽战？云族、天域仙朝，今日竟是有2方庞然大物驾临药王殿。敢对我云族的第1顺位出手，真以为灭不掉你药王殿吗？那药王殿竟然被云族和天域仙朝围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之前我倒是听闻了，药王殿少主似乎陨落了，莫非与此事有关？君逍遥，你到底想做什么？药离虽然被我所杀，但君某觉得还不够，罪孽必须要有人来偿还。你这什么意思？你若是仗着云族与天域仙朝的势力来压迫我药王殿，到时候传出去，世人家会如何看待你和你身后的势力？我等乃是丹族人，今日控诉药王殿，曾暗中与暗界生灵勾结，算计我丹族。你们休要血口喷人！君逍遥没有多说什么，直接祭出了几块流影石。药离少主是离天丹帝。你早就知道了，离儿的身份乃是离天丹帝。虽说那药离，或者说离天丹帝犯下大错，绝大多数修士丹师应该都是无辜的。我君某也并非什么嗜杀之辈，更不愿随意掀起灭族不朽战，所以现在给你们一个选择：药王殿若愿臣服于君某，便可留存；若是执迷不悟，那么
我等愿携药王殿，臣服归顺于君公子。等君逍遥解决了药王殿的事情之后，遗失之地的诸多事情也是彻底传开。你们说，我群英殿的那位元佛族天级序列，会不会也有问题啊？你是说陈元佛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是啊，毕竟他身有往圣佛胎，传闻乃是元佛族曾经某一代得道佛地的因果转世。然而没过多久，洛千家却是找到了君逍遥。这是君公子，这是我霓裳族风华宴的贵宾请帖。原来是风华宴，终于要开始了吗？洛姑娘放心，之后我定然会前往赴宴。蒹葭也很期待与君公子一起参加风华宴。对了，在宴席上，或许洛姑娘会见到一个熟人。随后，君逍遥也是找来了姬青衣，将此事告知。青衣多谢君公子，只是可能还要给公子带来一些麻烦。青衣觉得，以魔身的城府和算计，他定然不会单独行动，肯定也会去找倚仗与靠山，以此来针对我。青衣姑娘，你那魔身，就算找到的靠山背景再大，在君某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怕给君公子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公子已经帮助青衣颇多了。青衣姑娘，你这话未免太见外。而且，你若觉得亏欠，那等你的魔身回归后，可待在我的身边辅佐我。毕竟如你这般聪慧的女子，任何人都想留在身边吧。在苍茫某一处古界，占据这方界域的势力正是子宫世家。父亲，幽莹啊，你这一次加入霓裳族，应该不会有丝毫问题吧？父亲放心，这等小事，幽莹还是有自信的。那就好，相信这等事情是无法难倒你的。不过这一次，是有其他事要和你说。父亲请言。之前家族里有擅长卜算推演的老祖，为你算了一卦，你日后可能将有波折与结束。结束？唉，一切因果自有定数。或许是因为当初那件事吧。虽说如此，但为父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只要你能蜕变出鸿蒙道体，哪怕只是后天鸿蒙道体，那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好了，虽说算出来你可能有波澜结束，但也并非没有解决之法。根据推演，所谓的破局之法只有一种，那便是遇贵人。遇贵人？没错，只有遇到贵人，才有可能破除这一结束之局。可父亲，那贵人，莫非是那位君逍遥，君公子？虽然为父并不确定，但如今苍茫风头最盛的人物，也的确就是那君逍遥了。而且论及背景、身份、地位，他也完全符合贵人。那位君公子，女儿也有所耳闻，的确是一位绝代人物。云族与霓裳族有婚约在身，这次风华宴，那位君逍遥应该会前去。这刚好就是一个认识的机会。虽然为父也不清楚他是否真能帮你解决此劫，但眼下唯一能想到的也就是他了。幽莹啊，先不说那君逍遥是不是所谓的贵人，就算不是，能和他结交一二，对你乃至对我子宫世家而言，也是绝对不亏的。女儿明白了。好，那你准备一番，便前往霓裳族。结束？难道真的与他有所关联？不，他应该已经陨落了才对。算了，现在多想无益。虚无鬼域，乃是苍茫星空中一方颇为有名的凶险禁地。终于走出来了，历经万年历练，我的境界与灵魂层级都达到了更为高深的境界，还有我体内的鸿蒙本源。鸿蒙，你的实力又有进步，但距离蜕变出鸿蒙道体还有一段距离。师尊，我明白。唉，还要继续等啊。
妾身被困在这鸿蒙金塔里诸多岁月，都快无聊死了。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妖女，不然本宫也不会。啊，话说清楚啊，怎么全怪妾身头上了？当初你不是也对这鸿蒙金塔很眼热吗？当初本宫乃是为了除掉你这风月古教的妖女，才被困于鸿蒙金塔。是啊，所以你这位霓裳族的圣后，就只能委屈着与本妖女同处一室，日夜相处了。可恶，夏飞迎你！好了，二位师尊，你们就别再吵了。毕竟只有让我蜕变出鸿蒙道体，才能彻底打开鸿蒙金塔的禁制，让二位师尊脱困。好了，妾身不和你吵了，人家还要留点力气，等脱困后回到风月古教呢。风月古教，哼，怕是早已消失在这世间了。二位师尊，你们不必争吵，等我蜕变出鸿蒙道体，便可彻底解开鸿蒙金塔禁制，让你们脱困。不过在此之前，弟子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鸿蒙原本并不叫鸿蒙，他姓子宫，曾经名叫子宫蒙。哼，子宫世家，你们怕是想不到我鸿蒙有何等天命在身，岂是你们所能扼杀打压的？子宫世家嫡系，你们挖我鸿蒙之心，将我扔进禁地，以为一切就结束了吗？不，这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还有子宫幽营，子宫幽营，你怕是想不到，我不但没死，而且还比任何人都要强。接下来属于我的东西，我鸿蒙都会一样样拿回来。鸿蒙，你现在的修为实力的确不凡，但若对上子宫世家，背景底蕴还有所欠缺。接下来你可以去霓裳族一趟。千雪啊，果然暴露你的想法了吧？你只是想回去打听你那女儿的消息罢了。哼，那又如何？本宫的女儿是霓裳族最为优秀的存在，也是霓裳族的帝女，而且本宫本就有意让鸿蒙迎娶本宫的女儿。希望你的女儿别一纸婚约嫁给别人了吧？鸿蒙的天资实力，本宫看在眼中。放眼苍茫，有几人能与她相比？也只有她，才是本宫女儿的良配。师尊放心，虽说这种事儿要看缘分，但既然师尊有这个决意，弟子也一定不会辜负师尊的期望。我相信他也一定会对你极为欣赏。随着风华宴将起，整个苍茫星空都是热闹起来。我觉得青衣仙子这次加入霓裳族一定没有什么问题，圣女之位唾手可得。什么圣女之位？我觉得帝女之位之后都不是没有可能啊。那便托各位吉言了。不过青衣觉得，想要加入霓裳族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哪里？其他人不可能，但青衣仙子一定不成问题。见过李公子。青衣姑娘，这段时间在天人族待的可还适应？这位男子名叫李玄奇，乃是天人族四脉之一黄天李氏的绝世俊杰。多谢李公子，青衣在天人族待得还不错。那就好，青衣姑娘在天人族大可不必拘谨，有我在，没人敢对你如何。李公子对青衣的恩情，青衣自然明白。青衣想要加入霓裳族，也是为了能够成长起来，日后能回报李公子的恩情。我知道，青衣姑娘，你还有一个顾虑，就是那所谓的仙身。不错。青衣有预感，我的另一身也会前去霓裳族阻止我。到时候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青衣姑娘不必纠结这些，李某自然会帮你摆平。那仙身，我也可以帮你镇压。那便多谢李公子了。不过我那仙身也可能会找到帮手。哼，青衣姑娘，你想多了。以玄奇道兄的实力，就算找到了帮手，他也可以只手镇压。是吗？
但如果是君逍遥呢？抱歉，千一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不必道歉。说实话，我对于那君逍遥也是颇有几分兴趣。他的实力虽说无双，未曾有过败绩，但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没错，李道兄融合了天命石，乃是我人族的绝世翘楚之一，一定不会输。我天人族没有那么简单，那君逍遥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没有对手。行了，这次在风华宴上，应该能会会那个君逍遥。不知道这个冤大头又能帮我多久？可惜，万一仙身真和君逍遥合作，那我该怎么办？霓裳族身为苍茫星空10大霸族之一，亦是占据着极为广袤的疆土和版图。其所在的核心界域名叫仙女界。妈呀，我这是来到天堂了吗？云海龙舟是云族，哎，君逍遥来了吗？君家公子气象出城啊，日后的成就可不得了。日后，他现在就已经够牛了，好吗？有谁能在这等年岁接连解决几次魔王破风之祸呀？那位便是君公子吗？姐妹们，君公子来了。这霓裳仙城倒也有几分气象。君公子远道而来，大驾光临，可真是令我霓裳仙城蓬荜生辉。客气了。来，君公子，离风华宴正式开启还有一段时间，要不要让我霓裳族的佳丽啊？那个，想必君公子舟车劳顿，有所辛劳，可以前往登仙楼休憩。这登仙楼可是一处古迹，说不定君公子还能有所收获。有劳了。某一刻，在霓裳仙城之外，风华宴。果然，我身怀鸿运命星，运气竟然如此之好。不过这样说来，很快就能见面了，倒是期待呀。子宫世家，是因为得到了我鸿蒙之心的力量，反而让你蜕变了吗？那是子宫世家，是子宫世家的娇女子宫幽莹，不仅人美，天资修为亦是绝俗。是啊，谋运鸿蒙道统，身怀先天子脉，这般天资在子宫世家也是罕有了。我听闻他还怀有鸿蒙之心，只是……嘘，住口！若被子宫世家的人听到了，你就死定了。我听说子宫家的小姐也想趁着这次风华宴加入霓裳族，是吗？不过想要加入也没有那么简单，听闻还要找男伴相助，一起进入琳琅妙境，要通过考验才有资格加入。登仙楼乃是霓裳仙城内最高的建筑，至于君逍遥这边，也是来到了登仙楼。君公子请。是彩霞长老，那位是君公子。子宫世家来了，那位便是子宫世家的嫡系小姐嘛，果然如传闻那般不凡呐。这次子宫世家的嫡系小姐很有可能会成为霓裳族的一员，甚至直接成为圣女也不是不可能。君公子，原来是子宫世家的贵女。小女子子宫幽莹，对于君公子曾多次解决魔王之祸，也是由衷钦佩，因此想要前来敬君公子一杯。幽莹姑娘客气了，其实这些也非全是君某的功劳，得了些许薄名罢了。幽莹姑娘，可是还有其他话想和君某说？其实，幽莹的确是有一些事情，若君公子不介意，之后若有空，可否与幽莹私下交流？若之后有空，君某倒是并不介意。那便多谢君公子了。而这时，数道身影进入了登仙楼。是真理神教的教子全罗，是元佛族的陈元佛子段陈元。佛门中人也来参加风华宴吗？我怎么感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莫非
是要来找君公子算账。多谢君公子。陈元佛子之名，君某也有所耳闻，不知佛子谢君某什么？多谢君公子找出了我佛门的叛徒。说实话，饶是小僧也没有想到，佛妻竟是劫组织的卧底，最后更是差点酿出大祸。好在有君公子力挽狂澜。佛子客气了，君某不过顺势而为，也是那佛妻自己露出了狐狸尾巴。唉，我等惭愧。这是我元佛族佛老为答谢君公子，特意要小僧前来送给君公子的东西。佛子客气了。所谓清者自清，只要元佛族自身清白，外人再质疑又有何用呢？不愧是君公子，心思透彻，小僧佩服。是圣灵族，那位是圣魂明，他竟然出世了。这位可是曾在圣灵祖湖修行的绝世圣灵啊！听闻这圣魂明的本体乃是一块沉于浑河之畔的幽冥魂石，最后通灵化形而成，精通灵魂之道。早在万年前就已经进入圣灵祖湖洗礼修行，如今出关，不知实力强到何种境界了。哼，在霓裳族的地盘又即将举办风华宴，君某不想闹得太难看。天人族，是天人族来了！那位融合了天命石的李玄奇公子也亲自前来了吗？怎么回事？是我眼睛出问题了吧？怎么君公子身边的那位女子和李玄奇公子身边的黑裙女子长得一模一样？难道是灵身？也不对啊。你果然来参加风华宴，你也果然找到了君公子。难道是双胞胎？不过这未免也长得太像了。怎么感觉让我想到了内异体质？君逍遥，这段时间听你的名，倒是让耳朵都起茧了。想必你也应该明白，你身边的这位女子是什么体质？她乃仙魔道体，化出双身，需要做的是重新融为一体。所以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位姑娘需要回归。仙魔道体，竟然是这种体质，难怪了。我说为什么一模一样，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果然是大征之势啊，连仙魔道体都出世了。这种体质可是了不得呀！传闻若能看破仙魔之道，融为一体，将来潜力是无限的。该回归的是你，为什么偏偏是我要回归呢？所谓仙魔，谁说仙就一定要占据主导？况且你是姬青衣，难道我就不是姬青衣了吗？谁占据主导可以之后再谈，但我觉得眼下需要让双身归一，所以你应该过来。姬青衣在我身边也是逍遥盟的一员，你究竟有什么资格能说出这种话？李玄奇，你现在知晓了此人的霸道吗？难道今日他们要打起来吗？这倒是有意思了。一位是从圣灵祖湖中走出的妖孽，一位融合了天命石。君公子不知现在实力达到何等程度了，根本揣摩不出底细呀。诸位俊杰，我霓裳族的风华宴即将举办，可否各位给个面子？长老说笑了，君某可不是这般不解风情之人，又岂会破坏风华宴的氛围？多谢君公子体谅。接下来我会帮助青衣姑娘加入霓裳族，想必你身边那位亦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们便来比比看，看谁能。君某没那个兴趣，与你们做这些无聊的比试。对了，诸位，这登仙楼身为霓裳仙城的古迹，自然没有那么简单。在最上层还有一片奇特的空间，说不定诸位还能有所领悟和收获。莫非又是属于我的机缘运气来了？所有天骄俊杰跟随彩霞长老来到登仙楼的最顶层。这就是登仙楼顶层的古迹。这处古迹的确有其不凡之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只能说，个人有个人的缘法吧。那石柱浮雕的确有所玄妙，此地应该是一处悟道之地，只是似乎需要一定的契机才能激活。不愧是君公子，能看出此地的些许玄机。都说这登仙楼乃是一处古迹，没想到真有这等玄妙。而这时，君逍遥迈步向前走出。君公子这是要做什么啊？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悟出什么。这气象也太过惊人了！莫非这处悟道地，曾经有这么多地境以上的强者在此悟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君公子不像是在领悟此地的功法神通啊？难道他在演化自己的神通道法？自创神通功法倒是有魄力，但创造归创造，最后出来的功法神通威力有几分，就有待商榷了。不过，倒是想知道，他自创的神通绝学，威力有多强？小僧观君公子此刻演化神通，气息异象如此之盛，再如何也不至于普通吧？哼，这可就说不准了。虽说这排场不错，但终归还是要看最后的真东西。这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嘛？不错，要不你们也自创神通，来和君公子的比比？幽莹也认为，君公子这演化神通的异象，非同凡响。而在某一刻，那盘坐于悟道地深处的君逍遥心有明悟。这到底是何等神通绝学啊？这究竟是什么神通？这真的是君逍遥自创的绝学吗？好恐怖的波动，我连余波都承受不了。君公子这是演化出了一门至上拳法吗？我怎么感觉可争夺苍茫最强的几种拳法排名啊？如果跟我说这是仙法，我都信呐。仙法倒不至于，但如果君公子日后继续完善下去，说不定真能蜕变为仙级拳法。唉，那位小哥哥未免也太俊了，可惜我生君未生。若是在我那个时候，高低得把他拉进风月谷叫来。没想到竟然有如此妖孽，来自君家吗？不知道那位小哥哥之后有没有兴趣加入风月谷教？哼，你是在做梦？那位是君家的后人，怎么可能加入风月谷教？况且，现在风月谷教都应该断绝传承了吧？不过话说回来，等以后妾身脱困离开鸿蒙金塔后，一定要找这个小哥哥。哼，你都多少岁的人了，竟然对后生小辈图谋不轨，令人作呕。哦，难道千雪你就不想吗？你也被困了这么多年，很寂寞吧？而且，别以为人家不知道，其实你还是……够了！是他的天资太过妖孽，还是因为气运也并不弱？不对，我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安感？难道是鸿运命星对我的警告？不会的，我有鸿运命星，就算是有所波折，最终也绝对能逢凶化吉。轻吐出一口气，君逍遥脸上带着一抹淡笑。恭喜君公子了！恭喜君公子！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虽然关于君公子的事迹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但眼下亲眼验证，还是令人惊叹不已呀！这万地镇魔拳，眼下虽只是初具雏形，但威力就已然不弱一些最顶级的大神通。待日后逐渐蜕变为准仙法，完全不是问题。甚至若是加持神灵身法、小宿命术等等力量，其威能绝对能称得上是仙道级的拳法。在这之后，彩霞长老也是将君逍遥等人安置在了一座灵气盎然的园林宫殿之内。不多时，子宫幽莹来到他的面前。其实，幽莹想和君公子说的事情是，所以他也是将欲结束贵人等等事情说出来。所以，幽莹姑娘想要与我搭上关系，是觉得我是那贵人，可以化解你的结束。
幽莹对君公子心怀钦佩，就算君公子不是贵人，能与公子相识，也是幽莹的荣幸。所谓结束，定然有所原因。你，或者是你背后的族脉，可曾做过什么事情，有过什么经历？所以子宫幽莹也是一五一十把曾经关于子宫盟的事情告知了他。幽莹知道，幽莹的做法算不上什么好人。幽莹也没有要为自己辩解的意思，只是那时候我只能这样做，让公子看笑话了。想必君公子也觉得幽莹是个坏女人吧？所以，嫡系一脉把那被废的子宫盟扔进了一处绝世禁地里，而且也没人亲眼见到他彻底形神殒灭。那时子宫盟被废，又被扔进了禁地中，不可能有活路的。不可能吗？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什么？君某不觉得我就是那所谓的贵人。不过关于你那结束，倒是有点意思。幽莹谢过君公子，无论如何，幽莹感激不尽。不愧是广袤的苍茫星空，从来就不缺天命之人。不过这倒是一个提升鸿蒙身的好机会。霓裳族的风华宴正式开始，不愧是苍茫5大盛世之一，这来的简直太值了。就是，所谓只羡鸳鸯不羡仙，待在这里，我感觉比成仙还要快乐。我等见过玉琼圣后。客气了。诸位能来我霓裳族参加风华宴，乃是我霓裳族的荣幸。众所周知，我霓裳族举办风华宴，其目的之一，便是招收新鲜血液。待宴席过后，我族将会开启琳琅妙境。各方势力若是有想加入我霓裳族的娇女，可以进入其中。接下来，在经过了7天7夜的欢庆盛宴之后，玉琼圣后也是带领众人前往琳琅妙境的所在地。想要加入我霓裳族的娇女，其实条件也很简单。在琳琅妙境内深处，有一片天母灵湖。若是你们能在其中找到天母道源，且能成功融合进体内，便可以顺利加入霓裳族。当然，其中定然也有所危险，而且争锋也极为激烈。你们可以携带男伴或者同族一起进入其中，帮助你们。那位女子是谁？倒是未曾听说过。你可别小看了那位女子，听闻她乃是仙魔道体。能待在君公子身边的女子，又岂有凡俗之辈？我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但这种感觉，貌似也不错吧？又不会永远都是如此。什么？没什么。之后在琳琅妙境，轻易便麻烦君公子了。看来你已经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了。你若是回归，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为什么感觉像是你要占据主导？难道我就不是姬青衣了？青衣姑娘放心，这次你定然能加入霓裳族，你的双身也定然会合二为一。我这是自己在吃自己的醋吗？鸿蒙，为师许久前进入琳琅妙境，在其中的一处空间内，发现了一株芳华玉树。不过那时候，芳华玉树还远未成熟，如今算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结果了。芳华玉树，那芳华玉树可结出芳华神果，可令女子芳华气质常驻。这对弟子而言，没太大作用吧？非也，那芳华玉树和芳华神果中，也蕴有一丝岁月之力，对于你的修行有好处。毕竟随着修为境界的提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领悟必不可少。再说了，若你得到芳华神果，也可以拿来当做送给为师女儿的礼物。弟子明白。诸位，在天母灵湖深处，还有我族所炼制的8幅霓裳天女图，4幅霓裳圣女图，
若是能将自己的身影烙印在天女图上，则能成为我霓裳族的天女；而若能将身影烙印在圣女图上，则能成为圣女。随后，玉琼圣后也是开启了那处古祭坛。身为七星宝地，琳琅妙境自是有其特殊之处。不愧是七星宝地，竟然有一丝岁月之意。君公子，你察觉到了什么？应该是一处机缘，去看看。在琳琅妙境深处，根据符千雪的指引，鸿蒙很快就来到了这片空间。就是这里吗？果然有些不凡。竟是芳华玉树，看来这琳琅妙境内的宝贝倒是的确不少。没想到能有人在君某之前寻到此地。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君公子。看来还并未到达真正鸿蒙道体的程度，应该只有与鸿蒙相关的天赋。道友倒是藏得颇深。君某倒是很好奇，阁下究竟是何等身份？哪能跟君公子相提并论？芳华玉树，还有芳华神果，倒是不错。慢着，君公子，你若想为女伴摘取芳华神果，在下并无意见。但你若连芳华玉树全部夺走，未免有点不讲先来后到了吧？我觉得道友应该也不是什么幼稚之人。所谓先来后到这种话，你自己信吗？君公子，夺人所好可不是什么好行为。可是君某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呢。这是我不想动用鸿蒙之力以及鸿蒙金塔。如果稳妥起见，还是需要蜕变为鸿蒙道体才行。眼下，还是先对付子宫幽营再说。鸿蒙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暂时退离。鸿蒙的身形迅速退去，而这时有一些身影已经来到了此地。竟然是此等宝贝，果然是天助我也。圣魂明二话不说，直接就是出手，要趁机夺走芳华玉树。圣魂明，敢在君某背后摘桃子，你胆子不小。君逍遥抬掌而起，圣魂明的身形骤然暴退。那是什么？虚空裂缝？不对，那是一只眼睛。我主，我没看错吧？怎么感觉像是传闻中的天罚之眼？这是？怎么可能？这是天劫中的异象，是天道意志的显化。你怎么可能？好汉不吃眼前亏，好圣灵也同样不吃眼前亏。君逍遥招式还没完全祭出呢，就把一位有着赫赫威名的绝世圣灵给吓跑了。君逍遥抬手摘下一颗芳华神果，他转手给了姬青衣。觉得意外？我好像也并非是那般吝啬之人吧。只是觉得此果如此珍贵，君公子身边还有更亲密的人。我们也算是荒天仙域的旧识了，况且你可不要看低自己。君某倒也很期待日后仙魔道体的资质究竟有多么恐怖。只是因为仙魔道体？那青衣可就不客气了。光是芳华玉树就有这般效果，若是时空妖灵族的那株时空祖树呢？那棵树若是能够移植进我的内宇宙中，对我的内宇宙将有极大的改变。在天幕灵湖深处，在这片区域，子宫幽营的身影出现，应该就是在这片区域了。然而就在这时，一记掌印忽然从天而降。阁下是何人？我子宫世家自问没有得罪过阁下。没有得罪过？你想要加入霓裳族，怕是不可能了。他竟然对子宫世家的贵女出手了，好恐怖的波动！这下子宫世家的小姐怕是麻烦了。也不至于，子宫幽营可是身怀多种鸿蒙天赋，更拥有鸿蒙之心。我看呐，这是一场狼争虎斗。子宫幽营的娇躯被击退。不，先将你度化为仆，然后便可以安插进子宫世家，当做棋子。而就在这时，苍穹上一记浩瀚的掌印拍击而下。道友，倒是巧合，又见面了。君逍遥，
之前在芳华玉树时，你我的战斗可还没有结束。君逍遥，你若想与在下交手，自然会有机会，但不是现在。鸿蒙话音落下，身形也是迅疾遁去。幽莹多谢君公子，若不是公子，幽莹可能就……不必多谢，此人不简单，你日后还是当心一点为好。君逍遥微微点头，和一旁的姬青衣离去。在离开子宫幽营之后，姬青衣忽然问向君逍遥：“君公子，莫非是有了一定的猜测？”青衣姑娘看出来了。根据青衣以往对君公子的了解，公子应该并非是那种乐意无偿助人的人。既然相中那子宫幽营，莫非……不过是有那么点兴趣罢了。眼下还是先帮你找到圣女图，解决另外一件事情为好。在天目灵湖深处，青衣姑娘，等你将身影成功烙印此图中，便可以成为霓裳族的圣女。倒是多谢李公子了。这不算什么，之后我也会让你仙魔双身合一，到时候你的天资实力也将暴涨。而就在这时，李玄奇，你的口气倒是不小，只是你有那个能力吗？这霓裳圣女图我要了，魔身也需回归。不可能，我可不是在与你讲条件。好，既然如此，那李某便领教一下你的实力。怎么会？难道真的只有仙途中的绝代境界才能与他抗衡吗？君逍遥，你这是什么意思？天人族果然有点东西，不过可惜你还是太弱。接下来你可以试试我这一招。君逍遥，你真以为能如此简单的击败我？李玄奇霎时恍惚，明白了君逍遥的意图，竟然想拿他当沙包。沈魂明旁观看戏，真是蠢货，竟然成为了君逍遥的磨刀石。是那日君公子所领悟的拳法。君逍遥，这一拳我记住了。君逍遥，今日我状态不佳，他日有机会，定然向你讨教。现在都流行夹着尾巴跑吗？堂堂天人族的顶级妖孽群英殿序列，就这样避战逃跑了。现在你的靠山已经没了，还要负隅顽抗吗？其实青衣本来也没觉得李玄奇那家伙能打得过君公子。抛开李玄奇不谈，你就算再找其他靠山，在君某面前，结果也都一样。哦，君公子这是在吃醋吗？不想让青衣找他人？让君某吃醋或许不至于，但如果你离其他人太近，我会不愉。君公子放心，那李玄奇不过是人家利用的对象罢了。他别说碰我一根手指，真是离我距离近点都不可能。这话我倒是相信，毕竟曾经被你利用的那些男子，下场可都好不到哪里去。但不论如何，仙魔道体最终都得归一。可为什么是我回归仙身，而不是仙身回归我呢？难道我就不是姬青衣吗？还是说，君公子更喜欢清纯型？人家也很清纯啊，冰清玉洁。虽然你说的话似乎也没错，但以君某最早接触青衣姑娘的印象，她是怎样的性格，我清楚。偏心，你可不要假正经哦。同为仙魔双身，很多事情自己心里清楚。比如啊，你觉得唯一值得依靠的男人就是……够了。行了，姬青衣魔身，你不必说什么。
以眼下你的处境，应该没有谈条件的资格吧？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回归，让仙魔道体彻底合一。那可不一定啊。君公子自然可以强行镇压人家，让我回归仙身。但是啊，如果仙魔双身心意不通，强行融合，就算能合二为一，也会有些许瑕疵，无法达到完美状态。简单来说就是强扭的瓜不甜，所以君公子别强迫人家好吗？行吧。所以你想如何？其实很简单，青衣绝不会对君公子算计什么，只是君公子若能答应青衣一个条件，或许青衣就会有所异动。什么条件？做青衣的男人，如何？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怎么？难道人家说错了吗？这不是你我内心的想法吗？我这是在为我们谋福利呀！这魔神怎么如此不知羞，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这就是你的要求？只是其中之一。人家可不想完全消磨掉自我意识，这样的话就再也见不到君公子了。我不要这个。君公子不必理会他，可以强行镇压他，让他回归。就算有所瑕疵，青衣也有信息能进行蜕变。哎呀，我这是在帮我们自己呀！你怎么能这么绝情呢？好了，仙魔双身如何合一，意识是否保留，这些暂且不提。不论如何，你们谁出了问题，对自身都没有好处。不如先做下约定，你们不会互害。至于其他的事情，可以日后再商议。那君公子是答应青衣的小小要求了？难道在你眼中，君某是这般绝情之人？多谢公子。无耻！先生，你太有颜面了，待在君公子身边那么久，居然傻傻的什么都不做。哼，现在时代变了，遇到心仪的男子就得主动点才行，不然可是会后悔的哦。君公子，我觉得你们两人眼下其实可以一起修行，参悟仙魔真谛。日后若双身合一，修为上涨速度也会更加恐怖。那君公子能帮助我们一起修行吗？三人同登大道。眼下圣女图已经得到，还是先将身姿烙印其上。可是只有一幅啊。我觉得你们谁来都一样，霓裳族不会拒绝一位仙魔道体。还是多亏了公子相助。哪里？若非你自身有这个资质，也不可能成功。那该怎么谢公子呢？嘿，为公子暖场怎么样？在这之后，琳琅妙境的试炼也是接近尾声，所有人陆陆续续都从其中出来。没想到啊，连这位天级序列都这般轻易的败在了君逍遥手中。既然败了，那保不住女人也很正常，毕竟女人都是慕强的，岂会和一个失败者在一起？君公子果然是人中之龙，圣魂明、李玄奇两人败在君公子手中不远。这不算什么，之后若有机会，倒是可以与佛子切磋一二。小僧知晓自身实力，对上君公子，结果早已注定。君某侥幸在琳琅妙境内获得芳华玉树，其中的岁月道韵的确对君某有所帮助，但毕竟得自于霓裳族，所以君某自是也不能完全独吞。这些芳华神果，赠与霓裳族。那是芳华神果，之前就有消息，君公子在琳琅妙境内获得了一株芳华玉树，还有一些芳华神果。芳华神果，那可是能令人方颜常驻的神药，甚至连气质都能留住。公子，人家呢？我已经服用了，你只要回归，也有效果。我去，不愧是君公子，会做人。是啊，该霸道的时候霸道，
该懂人情世故的时候也懂人情世故。哦，君逍遥，你大可不必如此。之前本就说过，琳琅妙境开启，其中的宝贝，谁若寻到，皆可归你们自己所有。圣后哪里的话，这是君某愿意送给霓裳族。不过君某觉得，以圣后风华绝代的姿容，用这芳华神果，倒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哼，秦逍遥，这芳华玉树你就留着吧。这芳华神果，我霓裳族笑纳了。另外，你身边的那位女伴乃是仙魔道体，她也得到了圣女图，并且成功了。既然如此，她便是我霓裳族的圣女。本宫日后会亲自栽培她。多谢圣后。这本该是我要做的事情。没关系，还有师尊的女儿，只要能把握，我还是能将霓裳族当做靠山的。琳琅妙境结束之后，接下来也是众人最为期待的环节，便是联姻。那方势力好像来自遗失之地，是太皇山，遗失之地内最为鼎盛的势力。没想到遗失之地的势力竟然也来了。现在秋水星君应该并未完全彻底觉醒记忆，这样他对于永夜星君应该也不会有太多记忆。这样的话，我倒是可以捷足先登。若是能在联姻会上与秋水联姻，那就再好不过。他竟然来参加这联姻会，莫非与霓裳族某位有关系？诸位，接下来联姻会正式开启。光是天女、圣女级人物就这般绝力，那帝女级人物还得了？你就去做梦吧！每次联姻会上竞争都极为激烈，别说帝女级人物了，便是圣女级都是竞争激烈，不知多少竞争对手想要抱得美人归，天女级人物都不一定看得上你。是玄阴帝女楚玄阴。听闻这位玄阴帝女身怀灵魄琴心，以琴入道，不仅姿容绝色，在修为境界方面亦是无可挑剔。既然楚玄阴修琴道，那他挑选道侣的标准应该要加入琴道啊。可在场又有几人的琴道能与这位天阴玄门的贵女相比啊？看来想讨得这位玄阴帝女的欢心还真不简单呢。哎，是飞燕帝女玉飞燕，她可是万界商会玉家的掌上明珠，妥妥的富婆一枚。玉家那可是万界商会的巨头之一啊，若是能得到这位的青睐，那日后修炼资源完全不用愁了，少奋斗10万年呢。你们可不要小看此女，商贾之女岂有一个是简单角色？听闻这玉飞燕手段不凡，曾经万界商会里的2位贵公子都因她而大打出手，甚至还牵连到了背后的家族，损失惨重，最后都被玉家所吞并。是洛族的天之娇女。在这几位帝女中，洛监家是唯一之前便和君公子有所接触的女子。之前也传闻，霓裳族和云族的婚约很有可能在此女身上。不过可惜了，那一位并没有现身。算了，不用想那么多，那位帝女即便出现，也不是你我所能觊觎的。诸位，接下来联姻会正式开始。其实规则也极为简单。玉琼身后简单说了几句，听完这个规则，君逍遥眼中都露出了一抹古怪之色，怎么感觉像是上了相亲节目？我操！所有霓裳族的佳丽都选了君逍遥。是遗失之地太皇山的那位羽皇子。什么？他竟然站到了洛族娇女面前？秋水星君，我可以护你。至于君逍遥身上的星辰之力，日后可以想办法图谋，无需你这般牺牲自己。秋水星君是不信任我吗？不相信我可以对付得了君逍遥？玉皇子，给你2个选择：自己体面的离开，或者我送你离开。君公子竟然选择出手了。君逍遥，你未免有些霸道。既然你对于洛姑娘没有什么爱慕联姻之意，又为何要阻止我？这位太皇山的羽皇子胆子可真大，
竟然敢这般对君公子说话，就是不知道他的底细何来。君某如何行事，与你何干？既然你自己不想体面，那我便帮你体面。金逍遥话落，随意一掌盖压向了羽皇子。没想到这羽皇子竟然能挡住君公子几招，这足以自傲了。是啊，哪怕是李玄奇、盛昆明等绝世人物，也不过就只能和君公子缠斗一时罢了。可恨！金逍遥，你这可是让本宫有些难办呢。这情况也非是君某所愿，倒是给霓裳族添麻烦。本宫说的不是这件事。哦，那是。瑶光，你出来吧。竟然是瑶光帝女，她真的出现了。还以为她不会出来呢。在鸿蒙金塔之内，女儿，哎呀，还真是母女情深呀。金逍遥，想必你也知道之前云族与我霓裳族的婚约，我们霓裳族已经定下了人选，便是瑶光帝女。不知你意下如何？瑶光帝女美名，君某也是有所耳闻，之后倒是乐意与帝女多接触一下。没想到还真被妾身猜中了。只是人家怎么看都感觉这位少女和千雪你好像长得不太相像啊。与你何干？难道说是因为他父亲的血脉太强了？只是千雪，你真的有夫婿吗？怎么会如此？师尊，我们的计划被打乱了。为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眼下你不宜出手，还是等之后见机行事吧。眼下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快朝着鸿蒙道体蜕变。只要你能初步解开鸿蒙金塔的禁制，就算无法直接让为师肉身脱离，哪怕只是元神灵魂能脱离，我都能与族里沟通，或许事情会有转机。在妾身看来，哪里需要那么复杂？鸿蒙，你若听为师的，直接暗中找机会，把那俏佳人直接带走，再修炼我风月古教的玉女仙经，直接就搞定了，何须那么麻烦？你敢？哎呀，我只是给徒儿一个建议罢了。况且这玉女仙经可没那么好修行，乃是我风月古教的核心绝学。一般来说，只有风月古教教主在内的核心人物才有资格修行呢。哼！刚好趁着这次霓裳族举办风华宴，各方势力都在场，君某倒是有一件事要宣布。我想诸位应该注意到了，在近一段时间内，风月古教开始有再起的迹象。实不相瞒，君某便是风月古教新任教主。金逍遥，有些玩笑可不能乱开，特别是在我霓裳族的风华宴上。君某自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开玩笑。真是愚昧呀！有趣，太有趣了。风月古教教主，莫非他得到了仙女炉？君某之所以坦白，自然是想以诚心换诚心，希望能调和霓裳族与风月古教的夙愿。君逍遥，虽然你的身份地位不一般，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解决任何问题。霓裳族与风月古教的夙愿，岂是你一句话可以抹除的？这时，远处忽然有一行身影浮现。我等见过教主大人。婉兮，你……姐，我没事。君公子对我颇为关照，我在风月古教也没有任何问题。诸位姐妹，之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待在风月古教。曾经，我也对风月古教有所偏见，极为痛恨。但是当我了解到了真实情况以后，发现君公子是真的在改变这一角。君某自然知晓，曾经风月古教给霓裳族造成了诸多伤害，但就算霓裳族能灭了风月古教，又如何？没了风月古教，难道日后就不会有其他类似的邪派出现吗？
所谓宜疏不宜堵，越是想要灭绝，就越不可能灭绝。与其如此，不如疏导，让风月古教来管束那些邪修，令他们改邪归正。甚至，君某可以在此承诺，若日后有风月古教之人敢针对霓裳族或者是其他种族的佳丽，不必你们出手，风月古教自然会肃清毒瘤。若霓裳族依然无法信任，那么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如同洛婉欣圣女这般，直接加入风月古教试试看。这样一来，你们可以第一时间监管，也可放心。你可真敢说！我愿意加入风月古教一试。千佳你，青衣愿意加入风月古教。青衣愿意加入风月古教。我也愿意加入风月古教。子宫世家的天之娇女也要加入风月古教。风月古教吗？有点意思。人家也有点想要加入了呢。这特么简直逆天了！这看脸的时代。君逍遥吗？他或许能以一己之力，令风月古教彻底崛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罢，君逍遥，你的提议倒也未尝不可，不过还需要仔细斟酌考量一番。那是自然。君逍遥，你既然是风月古教教主，那么曾经在赤元界，我真理神教长老的死，与你脱不了干系了。是，又如何？君逍遥，得罪我真理神教，可不是什么好选择。君公子，不知飞烟是否能加入风月古教？飞烟帝女加入，自然是乐意之至。那飞烟之后想邀请君公子一起前往我万界商会御家参加万宝大会，不知公子是否赏脸？万宝大会，这自然是没有问题，到时候就要劳烦飞烟帝女了。君公子可真是太客气了。君公子，不知玄音是否也能加入风月古教？自然是欢迎之至。只是玄音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君公子是否善琴？算不上擅长，略有涉猎。和玄音帝女这等琴道正宗相比，自然是不算什么。玄音可否有幸聆听？也可，只是君某没有合适的琴。那就用我的。这不太合适吧？玄音妹妹可真是舍得。之前我想找你借琴一用，你可是死活不肯的。你懂什么琴艺？君公子，若是玄音加入风月古教，是否能时常聆听君公子的琴曲？君某也不会一直专注风月古教的事情。不过，玄音帝女若是想听，尽可来找我。而在这之后，联姻会也是落下了帷幕。就在君逍遥与霓裳族高层商议风月古教之事时，演戏可真是太累了。君逍遥，能让我如此费心接近的男人，你是第一个呀。现在的玉飞烟早已不是那位霓裳族帝女，其思维赫然已被禅红妆夺舍。不过可惜，苏经理，你看中的男人，我抢定了。与此同时，另一边，抱歉秋水，那时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些手段，我不能施展出来，不然的话，那君逍遥绝不可能如意。好了，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你有什么事可以说。秋水，我知道你的心性，定然不愿屈服那君逍遥，只是为了谋夺他的星辰之力才这般行事。不过，你也不必委屈自己。其实，我已经联系上了永夜星君。其实严格来说，是永夜星君先感应到了我。他现在的身份很不一般，所以秋水，你不必为了星辰之力委曲求全，辞服与君逍遥会下。之后，永夜星君也会亲手将所有的星辰之力取回。对了，永夜星君还告诉了我一个消息，
那就是长明星君，他很有可能已经陨落了，连轮回的波动都彻底消散。另外还有那扶摇光，感觉并不一般，或许与小师妹有所关系。刚好你现在的身份也是霓裳族帝女，可以方便观察那位瑶光帝女的动向。永夜星君也现身了，这件事之后要告诉君公子。另外，那扶摇光。而在君逍遥离开霓裳族的途中，洛蒹葭也是一起离开。他暗中找到君逍遥，之后这永夜星君定然会和你联系，到时候可以将情况告知我。等得到了万星飞仙术以及万星飞仙殿的其他机缘，到时候应该就能帮助你解决轮回印的问题，甚至能将秋水星君的力量完全为你所用。多谢君公子。不必谢，你我本就是合作，互惠互利。另外，我也知道你有些厌烦那羽皇子了。等永夜星君露出尾巴，我之后会帮你解决他，他蹦跶不了太久。在这之后，君逍遥等人回到了群英殿，群英殿的一些高层却是又汇聚在一起。血魔渊那边又有动静了，又有一些魔类要出来了。那刚好，这一批新进加入我群英殿的弟子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磨练，这次刚好就让他们去修行试炼一番。如果只是单纯试炼，倒是无所谓。但问题是，这一次貌似发现了有魔修强者活动的迹象，而且似是与曾经的魔盟有关。无论如何，还是将这次试炼安排下去吧，只是要小心一些。若是能够调查到什么线索，那就更好不过了。另外，你们别忘了君家那小子。对了，这次血魔渊的荡魔之战，天庭那边应该也会派人前来。听闻还是天庭28星宿之一。天庭28星宿？看来这一次那君家小子，怕是难以一人独占鳌头了。君逍遥自然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就在君逍遥心想之际，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血魔渊签到。在一段时间过后，眼前这位来自天庭的人，正是天人族中的绝世人物，名叫李北斗。那位就是从天庭来的绝世人物吗？不愧是传说中的天庭28星宿之一。28星宿啊，那可是精挑细选出来的28位绝代人物。李公子，这次荡魔之战可就劳烦你了。哪里，长老客气了。北斗族兄，李玄奇，日后天庭招纳新鲜血液，你加入天庭，应该不成问题。说不定也能竞争一下28星宿。哪里能和北斗族兄相比？毕竟族兄可是炼化了4块天命石。这次荡魔之战有北斗族兄在，自当是无语。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还是小心为妙。另外，关于你的一些事情，我也听族里说了。是我给族里蒙羞了？不必在意那些事情，毕竟能笑到最后的才是胜者。好了，其实我来群英殿，倒是想让你带我去见一个人。谁？洛蒹葭。在一处幽静的园林内，李北斗也是在李玄奇的引领之下找到了洛蒹葭。洛蒹葭，倒是一个好名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怎么，秋水就没有什么话想说吗？永夜星君，你应该还感觉有些不可置信吧？不过之前4象星君应该告诉你了，我会来找你们。我只是有些意外，没想到你会现在出现，而且你的身份……哼，这具躯体，只能说还行吧，离我前世还尚有极大的差距。不过无所谓，这一世我有信心超越前世。我听4象星君说了，你和那君逍遥有所联系，更是在联谊会上选择了他。那人我听说过，他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但你也没有必要为了算计夺取星辰之力
而委身于他。秋水，你的轮回印似乎并未彻底觉醒。的确，我如今的记忆只恢复了一部分，只有一些碎片，并不完全。难怪了。也罢，那君逍遥身上的星辰之力，自然是要取回来的。你之后就要对君逍遥出手了。若是恢复我前世的修为，对付他，自然是翻手之剑。但眼下，这具身躯虽然融合了天人族的4块天命石，但若真想镇压混沌体，也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发现了其他星辰的踪迹下落。在哪儿？好巧不巧，就在这次大魔之战的所在地点——血魔渊那一带。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参加大魔之战的原因。真以为只是去扫荡魔修呢？另外，等之后参加大魔之战，4象星君也会一起。而且我感知到了，到时候可能不只会出现1颗星辰。我明白了。难道是我多心了？可能是我多心了。不过到时候，我自然会让你的轮回印彻底觉醒。对了，关于那扶摇光的事情，4象星君也与我说了，可能与小师妹有关，但还无法完全确定。所以那边之后还需要你去试探观察一番。好了，那你好好准备一番吧。在另一边，没想到这永夜星君这么快就现身了，还真是急着送上门呢。天庭28星宿之一，李北斗，融合了4块天命石。这李北斗倒不是个莽夫，他暂时应该不会对我出手。不过，他倒是发现了其他的星辰，是傲月身上的吗？既然如此，自然不能让他永夜星君如愿。随着时间流逝，群英殿这边也是整装待发。是陈元佛子，他也来了。既是荡魔之战，我等佛修自然要出一份力。那位就是李北斗，天庭28星宿之一。能成为28星宿，几乎就注定了日后将会成为天庭的大人物。天庭28星宿，看来这次荡魔之战，君某倒是可以清闲一下了。哪里？君公子这话可是太自谦了。你的大名，在下可是早有耳闻。倒是李某参加大魔之战，显得有些多余了。血魔渊乃是苍茫星空中一处颇为知名的兄弟，位于苍冥古域。这位名叫冯林的女子，乃是苍冥古域域主的女儿。灵儿，你没事吧？啊，多谢元辰大哥援手，我没事。这位元辰乃是镇魔城的少主。啊，没事就好，不然的话，我可无法向域主大人交代。灵儿，最近这段时间，血魔渊的躁动越发频繁，甚至还有消息说，有曾经魔门的一些魔修出没，所以你还是小心一些，先随我回镇魔城吧。元辰大哥，之前从我父亲那里得到消息，包括群英殿在内的一些势力会前来血魔渊这边荡魔，应该会在镇魔城落脚。听闻那位君逍遥君公子也会来，没想到我能有机会见到那等绝世人物。那等人物就算来了，也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与我们更是不会产生丝毫关系。我当然知道君公子那等人物不会和我们产生什么太大的交集，不过哪怕只能见一面，说上几句话也可以嘛。天上的人物嘛，哼，未来我也未必没有机会成为那样的人物。镇魔城乃是位于血魔渊外围的一座磅礴古城，李北斗、羽皇子、洛蒹家3人暗中齐聚在此。没想到，时隔悠悠岁月后，我们还是聚在了一起。可惜了，长明星君，连轮回的波动都消散了。永夜星君，你打算什么时候对君逍遥出手？要知道，不仅他身上有星辰之力，连他身边的人都有。
不急，四象星君，你不是与他交过手，应该知道混沌体并没有那么简单。那是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法暴露轮回印，催动轮回印的力量。此人我之后自然会想办法，但眼下，我们应该搜集其他更容易得到的星辰，来让自己变强。比如在这镇魔城内，就有一颗星辰。我也察觉到了。另外，我还隐约感知到了一颗星辰，应该在血魔渊那边。永夜星君，你莫非找到了八宝玄光镜？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是因为修行万星飞仙术较深，所以能够隐约感知一二罢了。好了，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将这2颗星辰皆取得手中。我有预感，那君逍遥应该也有所察觉。毕竟紫薇帝星乃是药世7星中的帝星之首，对其他星辰更有所感应，所以我们要在他动手之前先行一步。而接下来不久，镇魔域的各方势力也是汇聚。道，你们还真来找死！而随着时间流逝，队伍逐渐深入，靠近血魔渊。曾经的那位魔盟创建者魔主，究竟有多强？仅仅只是一滴墨元真血而已，散出的魔气竟然就如同暗界的不死物质一般，能对生灵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这魔气与不死物质还是有区别的，只要修行魔功，或者是能承受魔气，应该就不会失去意志。这些生灵皆是因为无法承受魔气侵蚀元神，才会变成这样子。秋水、思香，你们2人前去对付那人，将其身怀的星辰剥夺。我要进入这血魔渊深处。永夜星君，你……我感觉到了，另一颗星辰的波动就在这血魔渊深处。我们兵分2路，到时候可以直接得到2颗星辰，然后撤离。好吧，听你的。秋水，我们去将那颗星辰取来。血魔渊内，放眼望去，皆是一片血色。没想到啊，竟然是乱世7星之一的破军霍星。这实力果然不一般，可惜了，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要被扼杀了。原来是群英殿的道友，你们这意思是？也没必要和你装了，你没有资格拥有这星辰之力。若是主动剥离交出，倒也省了我们的功夫，可以饶你一命。若是不自量力，那就……秋水，不必你出手，我来解决他。就在这时，一股神通法则的力量从后方袭来。怎么会？秋水，秋水，你这是……你真以为我是秋水星君？你，我的确有秋水星君的轮回印，但我并不愿意当秋水星君。我只是我。就算你现在不是秋水星君，但也不一定非要对我出手，毕竟我还有合作的价值。合作？你有这个资格吗？君公子，你们难道落剑将？你……我觉得，就算是秋水星君意识彻底复苏，他也不可能看上你。贱人，你们都得死！蒹葭，你退后。君逍遥，今日本星君便先灭了你，再灭了那个贱人。手下败将，也敢这般放言？联姻会时真以为我败给了你吗？不过是因为无法祭出轮回印等手段。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本星君的手段。羽皇子，不，或许应该称呼你为四象星君。你应该并没有修行万星飞仙术，那便拿出你的真本事看看，是否能令君某起一丝兴趣。什么？君逍遥，你到底知道多少我万星飞仙殿的秘密？也没知道多少秘密，就是之前杀长明星君时，了解到了一些情况罢了。什么？长明星君是你所杀？你绝不能留！
燃烧轮回印，借用前世力量显化前世真灵，这倒是有点意思。君逍遥，唯有你能让我付出此等代价，能陨落于本星君之手，你绝对不亏。果然有点意思，刚好，总算能够检测这一招的真正威能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够过几招的沙包，他倒也想见识一下这位四象星君的真正实力。君逍遥，你果然猖狂。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底牌，你可以尽管施展出来，不然可就没机会了。怎么可能？你既然对你出手，他自然是做好了准备。至于那永夜星君，日后我也自然会解决他。你不用废话，我可以知道你的一切。等等，我……最后，玉皇子在嫁衣魔诀的剥夺之下，形神俱灭。果然没有万星飞仙术，这四象星君所修行的功法四神星宿经，你可需要？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出力不少，既然是合作，那你也不能没有一点好处。况且我答应过你，会帮你解决玉皇子。好了，那么现在，君逍遥目光一转，看向了不远处的元辰。多谢君公子出手相救，不然的话，在下怕是危险了。今后，若君公子有任何吩咐，元辰都愿意鞍前马后，在所不辞。谁说我要救你了？你以为我没有注意到吗？你对我似乎是有所嫉妒。虽然我也理解你的想法，通常情况下我懒得在意这种事情，毕竟嫉妒君某的人可太多了。奈何，你既然身怀乱世七星之一，那就休怪君某。君逍遥直接出手，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恭喜君公子又得一颗星辰，也多亏了有你辅助，而这之后就是永夜星君，对付他应该比对付四象星君要更加麻烦，之后还需要你潜伏一段时间。仙家明白。另外，关于四象星君陨落，你可以……君逍遥向洛蒹家传音几句。那李北斗就算对你有所怀疑，但也依然不会轻易放弃你。血魔渊深处乃是一片血色的世界，群英殿等势力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进来。回禀少主，之前我们已经在血魔渊外围布下了阵法，也有强者前去阻拦，至少短时间内那些势力的人应该进不来。那就好。没想到，在这血魔渊之底竟然会浮现出一座古城，莫非与魔主有关？之后魔盟肯定会重新整合。各路势力都想掌控权力，若是我能得到与魔主有关的机缘传承，未来不说成为魔盟之主，至少也是大权在握。真以为能逃得掉吗？祭都魔星，本星君要定了。莫非此地还有其他机缘？察觉到内里不同寻常的波动，李北斗想了想，暂时放弃了追杀东方傲月。而就在李北斗进入其中不久，君逍遥的身影浮现而出，是祭都魔刀残留的刀气。看来那李北斗已经与傲月交手了，不过傲月应该是无事才对。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签到7星奖励，魔主之血。神化地血，不知这魔主之血对于我和傲月掌控魔盟是否有所帮助？在破碎的血色古城下方，虚空裂隙之内，这是……此物莫非是曾经魔主祭炼的本命仙器——末日神化？果然，
看来传闻并没有错，当初魔主的本命仙气的确解体了。哼，果然，我永夜星君轮回一事，依然有大气运在身。还是先将此气收服。快成功了！我可是永夜星君，以后连一件器物都镇压不了。这把末日之弓，你得不到。谁？你是何人？竟敢坏我的事！我得不到，莫非你就能得到？他毫不犹豫催动内宇宙中的魔主之血，君逍遥随手便将末日之弓抓在了手中。这是，就算你能得到，你以为今日你就能带走吗？我觉得你应该关心的是另一边的情况。另一边，你敢对羽皇子和洛蒹家出手？看来今日无法一战尽兴。不过你放心，我们日后绝对还会再见。到时候，你若有本事，自然可以从我这里讨回你想要的东西。君逍遥话落，身形逐渐淡入虚空。在血魔渊的一处空间之内，君逍遥的身形浮现而出。还好，若是没有魔主之血，想要收服起来，还真得费点功夫。之后倒是可以关注一下魔主的机缘，包括末日神话的其他部分。计划魔盟这件事，还需要傲月的配合，毕竟他也有与灭情女帝有关的因果。而灭情女帝可是曾经魔主麾下最为优秀的弟子，更是钦定的魔盟接班人，说起来也算名正言顺。在血魔渊的某一地，李北斗的身形浮现，这股气息与魔意，没错，魔主，绝对与魔主有关。那白发男子，难道是魔主传人？永夜星君，秋水。洛蒹家也是简单解释了几句。所以，思象星君为了护我，主动选择断后，最后被那白发男子。果然是他，此人敢这般算计我等，他必须要死。在与血魔渊相隔一段距离的星空之中，出现了一道身影，正是东方傲月。你是何人？为何那时要出手？我知道，姑娘心里定然有诸多疑问。明明小僧乃是佛修，又为何要出手相助？其实，实不相瞒，在察觉到姑娘后，小僧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觉，仿佛冥冥之中与姑娘有着某种因果。果然，越是显得正派的人，就越是衣冠禽兽。如果你以为这般出手相助，便可让我感恩戴德，那只能说你太过天真。姑娘误会了，小僧对姑娘绝对没有歹意，只是在察觉到姑娘时，觉得有种莫名的因果，连小僧都觉得好奇，因此才暗中出手。这种说辞，你自己信吗？我知道姑娘有所顾虑，小僧自然也不会继续纠缠姑娘。不过，无论如何，小僧终究也算是帮了姑娘一把。小僧只有一个要求，想知道姑娘接下来要去哪里。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小僧绝不会再叨扰姑娘分毫。接下来我会前往曾经魔主弟子灭情女帝的一处道场七情海。说完，转身渡空而去。七情海，七情海，在那里会找到一些线索吗？如果真的和那位有关的话。在血魔渊的消息传出时，我就觉得你应该不会错过，所以想前来找你，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机缘。那位佛修乃是元佛族佛子段晨元，我和他倒也有几面之缘。你认识他？认识，但关系也仅限于此。我觉得他倒也不至于无缘无故如此。当然，若他针对你有丝毫歹意，不必你出手，我自会了结他。可是我与佛修压根就没有丝毫联系。傲月，看来你也想到了。
虽说你和她没有丝毫关系，但你身上有灭情女帝的传承意识碎片。她与灭情女帝有关？在这个纷乱将起之势，什么轮回者、大能转世都有可能出现。看来这段尘缘，身为元佛族佛子，背后应该也有秘密。若是与魔主或者魔盟有关，那就有意思了。傲月，你说那段尘缘向你打听去了？那处七情海乃是灭情女帝曾经的道场修行地，而我之前打听到了，那七情海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开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我也想去看看能否搜集到一些灭情女帝的线索。不错，若傲月你真能掌控灭情女帝的传承，那成为魔盟女帝就真的稳了。况且我也可以帮助你。那莫非是魔王的一部分仙气，还有那真血的气息？这是魔主之血，还有末日神话的1/4。有了这些东西，便可以借此一步步找到其他魔主机缘。再加上你若能得到灭情女帝的传承，那这魔盟将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好了，我们也前往七情海。七情海位于一片极为特殊的地域，此刻在七情海的各个方位早已经有一些身影站定，皆是魔修。是祭毒魔宗的吕天魔，没想到他也来了。是普渡魔宗的人。是清霜女帝，她这次果然也来了。看来她是真的很想得到灭情女帝的传承。哎，清霜女帝美是美极，可惜就是毫无感情，可惜了。清霜女帝，希望这一次你能通过七情海的考验，得到灭情女帝的传承。君逍遥和东方傲月也是来到了七情海的所在地。那七情海就在这一片世界的深处。传闻七情海的形成，便是灭情女帝修行时所斩下的七情六欲。对了，傲月，关于接下来的计划，我觉得那断尘缘或许是一个突破口，所以……哎，此人气息很不一般啊，他是哪一势力派系的？不知道，从未见过。竟然还有外人前来，是佛门之人，元佛祖。我知道，他是那位元佛族的弟子段尘缘。有意思，元佛族佛子竟然来到了这里，是元佛族盯上了我魔盟吗？就算如此，你单独一人前来，莫非是来送死？阿弥陀佛，小僧此来并非是来找诸位的麻烦，只不过想要入七情海一关，仅此而已。哼，反正这佛门中人啊，也不可能在七情海中有任何收获，等他出来再说吧。不错，犯不着为此出手，影响自身状态。七情海顾名思义，其中共有7片海，在域海深处。吕天魔，你是自寻死路。莫清霜，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我若结合，不仅是对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背后的宗派也有好处。试想一下，若是祭都魔宗和绝情谷联手，在魔盟中，我们将占有很大的话语权。所以，你便暗算我？哎，这怎么能说是暗算呢？只不过是想让你发现真我罢了。身为魔修，何必要断情绝育？特别是对莫清霜你这等美人来说，抛弃七情六欲，岂不是可惜了？莫清霜，我看你还是顺从为好。而这时，莫清霜看到不远处浮现出的那道白发悬衣身影。不愧是灭情女帝所斩下的七情六欲所化为的负面情绪，竟然如此强大。不过，若是能借此升华我的本源大道神通神之罪，或许会有奇效。不该管的事情，最好别管。我本来也没想管。哼，识趣最好。你还不滚！蠢货！你说什么？
君逍遥懒得多说一句，抬手间，那绿天魔的地区化为灰烬，元神也是灰飞烟灭。这样说来，我算是救了你一命。你想如何？我对你可并没有半分兴趣。放心，我虽是魔修，但还分得清楚是非。那就好。我有些好奇，你手腕上的红绳手串从何而来？这红绳手串，自我有记忆开始便一直带着。就算我之后加入了绝情谷，修行太上面前知道要割舍一切，也没有丢掉此物。所以不必你说，连我自己都有些好奇，为何不将其丢弃？也罢，既然连你自己也不清楚，那便算了。你到底是谁？日后你自然会知道。与此同时，七情海深处最后一片海名为情海。太上忘情，灭情觉醒，唯有抛弃一切，才能成就大自在，继承无之传承。姑娘，我们又见面了。你想做什么？小僧或许可以帮你渡过这片情海。不需要。之前小僧见到姑娘就觉得有所因果，因此一路来到了七情海。在这七情海中，借助诸多幻境，总算是让小僧明白了曾经疑惑的一些事情，也明白了为何会对姑娘有种特殊的感觉。你身上可有与灭情女帝相关的因果？姑娘，小僧并非是想与你争斗，你难道就不好奇小僧口中所谓的因果究竟是什么吗？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相隔如此漫长的岁月，竟然还能再度见到你。此刻段晨元再度开口，只是嗓音带着一种阴哑。你到底是谁？他是梭罗魔帝。竟然是你，君逍遥。我该叫你段晨元，或者说是梭罗魔帝。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梭罗魔帝，他……没想到，在苍茫星空都颇为有名的尘元佛子，说是体内身怀往圣佛胎，但我觉得，或许应该称之为魔胎才对。君逍遥，你的秘密也不少。相比于君某的秘密，元佛族佛子竟然与魔族弟子有所因果，这个消息应该更加惊人吧？你觉得本座会让你安然离开此地吗？逍遥，此人体内的本源与梭罗魔帝有关。不错，所谓往圣佛胎，应该称之为往圣魔胎才对。看来你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但还不是全部。本座能感觉得到你藏得很深，体内蕴有难以想象的本源力量。你可比这段尘元不知强了多少倍。作为本座的下一个祭体，倒也再合适不过。梭罗魔帝抬掌而出，那是何等波动？有强者在大战！长老，这股气息怎么感觉有点像？难道是那一位？我普渡魔宗将要大兴呐！不愧是混沌体，君逍遥，你的确值得本座祭出真本事。我与你切磋，是想见识一下曾经魔主弟子的真正手段，可不是来玩过家家的。若是让君某不感兴趣，那这一战可以结束了。是曾经师尊的仙气，末日神话。怎么会？你是魔主传人？好了，梭罗魔帝，你本就是不该诞生的存在，还是老老实实的消失吧。魔主的这位弟子梭罗魔帝就此彻底消失于世间。阿弥陀佛，多谢君公子出手相助。小僧也没想到，往生佛胎中竟然还有这样一段因果。
小僧也为之前对姑娘的唐突而道歉。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一命吗？君公子，可是需要小僧做什么？我既然帮你斩除了梭罗摩帝意识，那自然是希望你能有所用处。虽然君某不想强逼于人，但你已经知晓了我的诸多秘密，若说这样让你离开，自然也是不可能的。若是君公子不放心，小僧可以放开识海。既然种下印记，那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了。我也可以将一些计划告诉你，那就是我准备日后统合魔盟。以君公子的手段，当然可以做到，但我也需要你的帮助。君公子是想让我成为梭罗摩帝，去那普渡魔宗？不错，你身怀往圣佛胎，想必也知晓了梭罗摩帝的诸多手段，或者换句话说，你现在就是梭罗摩帝。你需要让普渡魔宗在你的控制之下。君公子若不出手抹杀梭罗摩帝，小僧的意识也会被彻底吞噬。可以说，小僧这条性命都是因君公子而得以保存。此等事情，自然不是问题。很好，我会让你知道，跟我做事只会好处无穷。小僧只为报恩而已，小僧便去了。逍遥，你这一招棋的确高明。想要统合魔盟这等庞然大物，可不是一下两下就能完成的，需要步步为营。之后，傲月你肯定也需要经营一番。不过我会吩咐段晨元，让他控制普渡魔宗，帮助你。所以还是先渡过七情海，看是否能得到那灭秦女帝的传承再说。傲月，怎么了？逍遥，你身上为何会有一股香气？那个其实是关于绝情谷的那位清霜女帝。君逍遥也是简单解释了几句。我自是相信逍遥你的，不过逍遥，之后我可能也想去绝情谷走一趟。这个，我或许可以想办法。两人商议一番之后，也是继续深入情海。而在彻底渡过情海之后，七情海象征七情六欲，在渡过了七情海后，达到空寂之境。终于有人来了，而且一下来了2个，还有一个俊俏的小哥哥。既然他们有资格来到此地，证明他们通过了考验。既然你们通过了七情海的考验，那么接下来只要你们斩情灭欲，便可得到传承。如果不愿意呢？不断灭七情六欲，那你们不仅无法得到传承，还要永远留在七情海。我们不会断情灭欲，而这传承，我们也要。那虚空中的7道身影竟是缓缓融合为一，而后一道模糊至极的身影浮现而出。难道是灭秦女帝？傲月，这道身影并非是灭秦女帝。什么？那是灭秦女帝曾经的成道器七情灵。果然，你是七情灵的继灵。既然替主人挑选传承者，那自然是要继承主人的太上灭情之道。你不断情灭欲，又如何能得到传承？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但我也要得到传承。是吗？那我若不给呢？你若不臣服，那便抹去你的意识。这七情灵不需要器灵，也可以使用。有意思。难道你是魔主传人？不可能啊！那之前奇了怪了。既然他与魔主有关，那之前的那一位，好吧，我可以认你为主，也可以将主人的传承《灭情转轮经》交给你。看你态度似乎有意。在这之前，可有人来过此地？的确，从前其实有一人来到过此地，不过他并非是和主人有关，
也没有要主人的船长，但是他从这里拿走了另一样东西。什么？末日之枪。末日之枪？你这里有末日之枪？是，乃是当初主人所找到的，他也就顺势留在了此地。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没说名字，也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只说过他是魔之子，未来将注定接替魔主，一统魔盟，成为苍茫魔道的领袖。魔之子，哼，口气倒是不小。逍遥，关于此人，之后我会注意。那便麻烦傲月你了。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真的是梭罗魔帝大人吗？我等见过大人。见过大人。你们不必如此。严格来说，我并非完全是曾经的梭罗魔帝，只不过继承往圣佛胎，与其产生了一丝因果。所谓一饮一啄，皆是前定。大人既有此因果，便是梭罗魔帝大人的继任者。我普渡魔宗，修行梭罗魔佛经，虔诚修行，信仰传教，便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让梭罗魔帝大人再现世间，带领我普渡魔宗，普渡众生。随着时间流逝，在七情海外已经有许多魔修出来了。莫非有人得到了灭情女帝的传承？若是如此，那得到传承者岂能轻易走出此地啊？绿天魔竟然死了，是谁杀了他？莫非是那得到传承之人？难道是莫清霜？他是最有可能得到灭情女帝传承的人。我并未得到灭情女帝传承。诸位，今日关于元佛祖陈元佛子之事，我普渡魔宗不希望任何人透露出去，不然的话，我普渡魔宗可就不只是度化尔等那么简单了。老朽见过主人主母。怎么可能？无上帝？怎么可能？帝是无上级别的存在，为何会现身？看来鸣罗古界那边已经被你一统了。都是多亏了有九泉与我摩罗皇朝配合，才能如此顺利。做得不错。那么接下来就给你另一个任务，就是负责保护傲月，不能让他在魔盟这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老奴必定会护主母周全。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如果你真的好奇，那么可以告诉你，我乃九泉之主叶君临。你得到了灭情女帝的传承，不错。我想加入绝情谷。太过好奇可不是一件好事，况且我也算是帮过你一次，就以这个人情，让他加入绝情谷，如何？若是你愿意让我加入，关于灭情女帝的传承，灭情转轮经，也不是不能让你修行。什么？那好，那就好。不过还是希望你能保守秘密，也希望你能照顾傲月一二，不然的话，到时候我的仆从可是不会留什么颜面。随后，金逍遥也是独自离开了这方七情海小世界，然后返回苍冥古域。这边，镇魔城内某处园林内，秋水，你的伤势可无大碍了？我并无大碍。或许，真是我多心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四下信军已经陨落，破军霍星也并未得手。放心，敢算计我等，那位魔主传人，我必定要让他付出代价。不过，不论是那位神秘的魔主传人，还是君逍遥，都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我们需要制胜之宝。你的意思是？八宝玄光镜。只要找到了我们万星飞仙殿的这件神器，那不论是君逍遥，还是那位魔主传人，都得被我镇压。可是，八宝玄光镜在何处？其实，我之前倒是调查过一番，
知道一些线索。是吗？哼，你是自己人，告诉你自然无妨。那八宝玄光镜，怕是曾经被天师道的元天师得到过。天师道的元天师，所以当初八宝玄光镜被天师道的元天师所得到，那后来呢？后来的下落并不清楚，不过我揣测，或许可能在天师秘藏中。天师秘藏，我觉得这次在万宝大会上，或许能够发现一些线索和契机。在这之后，君逍遥等人从苍冥古域返回了群英殿。洛千家也是向君逍遥传讯，告知了一些事情。八宝玄光镜，天师秘藏，天师道元天师。唉，能让霓裳族的帝女这般主动，也只有君公子能做到了。是啊，别忘了君公子可是在风华宴上征服了整个霓裳族，而且君公子还是风月古教的教主。妈的，我也要加入风月古教。而没过多久，玉飞烟便是主动来到群英殿。不知可否问玉姑娘一个问题？君公子请说。在这次万宝大会上，是否会有与天师道有关的东西出现？天师道，说起来倒是的确有。我万界商会中有所谓的9大奇石，其中有一块与天师道可能有所联系。这次万宝大会应该会拿出几块奇石来拍卖。9大奇石。对了，说起来，这次万宝大会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哦，何事？其实斐烟也并不太清楚，只是听闻苏家的嫡系小姐苏锦鲤，可能在万宝大会时举办订婚宴。是吗？对象是谁？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苏家的口风倒是管得挺严的，只知道乃是天庭中人，应该是天庭28星宿之一，背景来历也并不一般，不然也不可能有资格和苏家小姐订婚。其实飞烟倒也知晓，那苏锦鲤似乎和君公子有些渊源。若是他自愿的，那自是不用多说什么。但如果这是苏家的打算，飞烟倒是有些羡慕苏锦鲤了呢。万宝大会的举办地点位于万宝界，乃是万界商会所占据的一方界域。在万宝界的中央核心地带，有一座壮阔到极点的古城，名叫天宝城。锦鲤，我知道你的想法，也明白你并不愿意，但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身为苏家人，就该为了苏家考虑。苏家应该也有其他女子想要嫁给那家伙吧？可以你的身份地位，是最为合适的。锦鲤，实话告诉你，当初我苏家在万界商会中，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世家罢了。之所以能成为万界商会的巨头，就是因为和天庭的合作。然而现在，我苏家在万界商会的地位并不稳固，其他几家可都不是善茬，更别说还有一个后来居上的玉家。所以，我们必须要与天庭有稳固的关系，这样就等于有了靠山，其他几家也不敢太过分。我自然知道你和那君逍遥有关系，但是当初天命之争，我们可是站在天庭这一边。况且，那君逍遥对你的态度究竟如何，你也并不确定吧？是啊，堂妹，家族这样培养你，你为此牺牲一下怎么了？而且你怎么确定那君逍遥就真的喜欢你？哎呀，锦鲤堂妹，实话告诉你吧，之前那位君公子参加风华宴，桃花运可是好得很，所有霓裳族的娇女都愿意与他联姻，而且告诉你，甚至玉家的那个玉飞烟也在和那君逍遥拉关系呢。所以，你觉得你在那君逍遥眼中究竟是什么角色？说不定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呢。正言叔叔，我可以离开了吗？
好了，你准备一下吧。万宝大会之后的订婚宴，你可不能是这样的态度。逍遥。随着万宝大会的日期临近，整个万宝界的气氛也是越发的喧哗鼎盛。是子宫世家的小姐子宫幽莹，还有真理神教的教子玄罗，10强种族也有妖孽到来了。哎，你听说没有？听说最近斗武场中将有一场极为惊人的较量，交战的双方都是连胜1000场的存在呀。是啊，在这武斗场连胜1000场，简直逆天了。听闻交战的双方，其中一位还是女子，是白凤元，我群英殿的千级序列，同时也是凤凰羽族中白凤一族的翘楚，是天妖皇族的贵女黄彩蝶。我倒是听说了，这次千圣之决的交战双方，有一位似乎就和凤凰有关。哎，看来这次白凤元和黄彩蝶是为了那位而来了。那难道是天妖皇族？不对，气息并不相似。莫非是黑暗妖皇？他的气息未免也太过可怕，难怪能连胜1000场。不知他的对手究竟是谁？感觉另一位再强也比不过这一位啊！就是他，我要收他为仆从。放心，等这场武斗结束，就帮你招揽他。来人，我押黑暗妖皇100万仙灵丹。那位少女看上去倒也的确不算简单，但我觉得这场武斗最后还是黑暗妖皇能获得胜利，到时候便将他纳入你的麾下。那便多谢白大哥了。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吧？这么快的速度？怎么会这样？不必担忧，那黑暗妖皇还没有祭出真本事，不过只是在试探那女子罢了。一旦他祭出真正的手段，那女子必死无疑。找死！敢拿我当磨刀石，简直找死！这一招便取你性命。这可是妖皇族的顶级血脉神通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他是时空妖灵族人？前辈，这所谓的时空妖灵族是？时空妖灵族可是曾经苍茫星空颇为逆天的一族啊！这一族竟然如此妖孽！此女我要了，需要多少？我对此女也有兴趣，仙灵丹不是问题。我等也感兴趣，可以拿其他至宝交换。四面八方都是响起了喧哗之声，要争抢灵犀。果然，在这世上，如公子那般的人，只有一位。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应该不会让公子太过失望吧？灵犀，夜雨，没想到啊，竟然能再碰到此女，也算是你的运气了。别忘了，她是时空妖灵族人，而且身上的血脉极为纯粹，说不定时空祖术的线索还得在她身上找。叶哥，你认识那妹子？曾经在一个学府一起修行过。不愧是时空妖灵族的人，而且拥有纯粹的凡族血脉。夜雨，如果有可能，你真的要把她拉到你这边来。没想到倒是看走眼了。这丫头，没想到你竟然是时空妖灵族人，倒是出人预料。不过你杀了黑暗妖皇，让我很不喜，但没关系，拿你替代也可以。毕竟有传闻说，你们时空妖灵族的血脉中可以提炼出参悟时空之力的精华，我倒要看看能否提炼出来。此女，我黄彩蝶要定了，谁若与我相争，便是与我凤凰羽族为敌。不错，此女我要了。凤凰羽族，未免也太过霸道。你怎么，群英殿弟子便有胆子挑衅我凤凰羽族了？你是群英殿的地级序列，
虽然还行，但我觉得你还是别多管闲事为好。装什么装？还敢教训叶哥？你又是谁？战卒，秦琼。你们若是想因为此女和我等冲突，那尽管来。反正今日此女我要定了。没有背景还强出头，真的是有些愚蠢了。就是，真把自己当成军公子了，还敢随意挑衅霸族，简直不知道怎么死的。是啊，群英殿的地级序列又如何？霸族有100种方法让他活着比死还难受。叶哥，我们还是不要瞎掺和了吧。灵犀终于淡淡开口：“我已经有主人了。”有主人？哼！你杀了黑暗妖皇，现在想脱身都不可能，最好乖乖顺从。管你有没有主人，先别说真假，就算是真的，他若出现在我面前，也不敢说一个不字。还是说，你家主人的来历，连我这位天级序列加上凤凰羽族的背景，都能不在乎？我家主人的确不必在乎你。你这贱丫头，不过是武斗场的一个卑贱的战奴罢了，也敢这样与我等放肆！以强欺弱不说，还联手对付一个小姑娘。身为10霸族之一，凤凰羽族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是君逍遥，君公子，他果然来了。君逍遥，他……灵犀，你的进步速度倒是很快。那都是多亏了公子帮助灵犀觉醒血脉，不然灵犀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修炼速度。能取得1000场连胜不是容易的事情，倒是辛苦你了。灵犀只想变得更强，成为更有用的人，报答公子的恩情。凤凰羽族的生灵倒也的确是嚣张，之前一个赤凤一族的赤凤女敢惹我的妹妹，现在又想镇压我的人，看来你们是真觉得君某的人好欺负了。君逍遥，我们并不知晓此女与你有关。那又如何？你方才是想打我的人耳光？不是，我……君逍遥，你未免欺人太甚。灵犀没有什么事，公子，要不就这么算了吧。真的不用。多谢公子，他们也算是付出代价了。行吧，好歹也是君某先动手的，这些损失记在君某账上。君公子，你可太见外了，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管事，剩下的摊子你们解决吧。真会装。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光是群英殿地级序列的身份还算不上是背景。你别忘了，你还继承了帝师一脉的道统，更由我来辅助你。你这话的意思是？你可知道，在元师中顶级的存在被称为元天师，那等人物放在哪里都是座上宾的存在，人人敬畏，没有几个人敢得罪。你是说，我可以成为元天师？你可以武道元术之道同时精进，对你绝对有好处。元天师吗？随着时间推移，离万宝大会开始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万宝城内似乎出现了一位极为妖孽的元师？是啊，我也听说了，好像就是那日武斗场上出洋相的那位群英殿地级序列。我记得是叫叶雨，对吧？是啊，没想到此人竟然有这等元术造诣，在短短几日内切出了数块至宝。听说他切石百发百中，而且切出的东西价值都不低。更有传闻，他拥有帝师一脉中帝门的传承，日后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元天师啊！元天师可不是谁都能当的。若他真有这个可能，那绝对会遭到八方势力的拉拢。眼下在这赌石方，叶雨目光打量着眼前的几块原石。这块我要。这块石头已经摆放在这里许久了，就算是一些老一辈的元师都看不准呢。我倒要看看这叶雨是否如传闻中那般玄乎。
这什么玉符啊？怎么给我一种仿佛能悟道的感觉？这玉符的材质不一般，带有某种道韵呐。不愧是叶公子，手段果然不凡。叶公子，之后可否一叙啊？在下想邀请叶公子小聚一番。而就在这时，方室外忽然有一行年轻男女走来，是天庭的人。没想到啊，在群英殿中，竟然有如叶公子这般的元术人才。阁下客气了，不过是一些小手段罢了。这可不能说是什么小手段呢。认识一下，我叫元丰。想必这位便是战族的战地体，道业久仰大名。原来是元丰道友，不知元丰道友可有事情？叶道友果然直爽，那在下也就不绕弯了。叶道友既然有此元术手段，那在下倒是想请叶道友帮一个忙，帮忙接出一些宝贝。当然，我等也会给予叶道友相应的报酬。帮忙切实。叶道友可能有所疑问，但其实告诉你也无妨。之所以想叶道友帮忙切实，不过是我家公子想要备一份礼物。一般的礼物自然拿不出手，所以便想请叶道友帮忙鉴宝切实。这等事情，叶某倒是不介意帮忙。那可就太好了，我们前往耀星楼吧。与此同时，在天宝城的另一边，云溪小姐，我们真的要去吗？说了多少遍，叫我云溪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掩藏身份啊？自然是因为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去切实了。好的，云溪小姐。可是，您让桑榆帮忙切实，万一桑榆看走眼？哥哥说过，你可是天师一脉的传人，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啊！我相信你的能力。那好吧，桑榆会尽力帮助云溪小姐的。耀星楼乃是天宝城内规格极高的切实坊，隶属于苏家的产业。不愧是叶道友，看来将来成为元天师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元丰道友谬赞了，不过此地的原石也只能说还行。若说要送礼，还得去更上一层。也是，不过现在只是让叶道友热热身罢了。那是紫玄晶石，好家伙，这已经是他连续切出来的第6块神材宝料了。这两位女子来自哪方势力啊？莫非是哪个不愿显露真面目的元术世家嫡女？桑榆，看来我们只能去更上层了。果然，万宝大会开启后，什么能人异士都出来了。不过和叶道友相比，倒是也没什么可比项。我们上楼去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叶雨终于是来到了耀星楼的第9层。叶道友，到了这里就拜托你了。放心，这等事情还是没有问题的。这块吧。这莫非是一颗古僧舍利？真的是一枚古僧舍利，其生前的修为绝对不凡。这等舍利对我们这些修士来说都有不小的好处，更别说是那些佛修了。不过可惜呀，似乎是遭到了一些污染。而很快，另一边同样有惊呼声传出。那莫非是道灵真丹？真的是道灵真丹呐！竟然切出了这等罕见的丹药。传闻这道灵真丹乃是曾经丹族的秘传丹药，在丹族没落之后，也没有其他的炼丹宗派能够复原。云溪小姐，那块原石，这块原石，行吧，我们去看看。他们竟然看上了那块原石。那块原石已经放了许久时间，便是一些元术大师都是探究过，但是摸不准。看之前那位姑娘鉴宝切石的手段，感觉也很不凡。莫非真察觉到了什么？那块原石有点意思。麒麟，你看出了什么？那其中可能会有些不一般的东西，但我一时也难以完全判断。元丰道兄，那块原石可能有点东西。这位姑娘，这块原石不知是否可以让给我们？可是，这是我们先选中定下的。你们花费了多少？我可以再多补偿给你一些。
不多时，一位华服公子来到此地，自然是苏家家主苏正言的嫡子苏红。元丰道友，原来是苏公子，倒是劳烦你到来了。啊，事情我已经知晓了。这块原石其实很早就下架了，只是一直摆放在这里没有挪开，所以严格来说，这块原石不算货品。但若是元丰道友想要，那便卖给你们又何妨？苏公子可真是客气。哪里？之后我苏家可是要和贵公子联姻，以后也算是一家人，到时候还得多多仰仗贵公子。客气了，其实我家公子也很重视这次联姻。实不相瞒，之所以今日来切实，也是因为我家公子想要选礼物送给苏家小姐。所以，这就是你们耀星楼的待客之道。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若是不愿意，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切实。还是说你想与天庭起冲突？是吗？天庭倒是好大的威风。云溪显露出了自己的身形。是云溪和桑榆，竟然是云族的小公主，是君逍遥的妹妹。什么？没想到竟然是云族的小姐。不过这块原石我都已经看中了，倒是麻烦云族的小姐割爱。这块原石是我们先定下的，我觉得找麻烦的是你们。可是你没有听到吗？苏红道兄说过，这块原石原本就不卖，这次是看在我家公子的面子上才卖的。与此同时，在君逍遥入住的宝阁之中，一片幽静的园林亭台之中。哎呀，人家又输了。君公子果然是天才，在联谊会那日，让楚玄一那蹄子都是憧憬不已。没想到棋艺竟然也如此超绝。还有什么是君公子不懂的吗？玉姑娘可别把君某想得太好了，我也不过是一等闲之辈罢了。君公子可太过自谦了，在匪音看来，公子可是一个极有魅力之人呢。说实话，人家都有点嫉妒苏锦鲤了，竟然之前就遇到了君公子，还和你关系那么好。君公子，匪烟得知了一件事情，是关于您的妹妹云溪。她怎么了？她现在在耀星楼，好像与天庭的人起冲突了。耀星楼是赌石之地吗？那丫头去那儿做什么？根据情况，貌似是天庭和苏家的人不占理。没想到才刚杀鸡儆猴，教训了凤凰羽族，现在又有这种事情。看来之前的手段还是没有起到多大的震慑效果。耀星楼9层，云溪姑娘，不过就是一块原石而已，至于吗？实在不行，你可以挑选其他的原石。而就在局面陷入僵持之际，忽然有一道身影骤然出现在了此地。难道那位和苏锦鲤联姻的公子是战族人？公子的事情还没有办成吗？有人与我们争抢原石。这块原石中真有宝贝？只能说里面可能会有不一般的东西。行，这块原石我家公子要了，任何赔偿给3倍。战族？哼，看来凤凰羽族的消息你们并没有放在心上。哥，你怎么来了？我家希儿被人欺负，回兄能不来吗？本来希儿是想着偷偷来切出宝贝，想要送给哥哥。希儿的心意，回兄便收下了。只要是你送的礼，我自然都喜欢。当然，希儿你在我身边，才令为兄最为欢喜。好了，先把此事解决。君逍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买卖原石乃是公平竞争。苏红道友，你说对不对？的确，这块原石乃是……苏红，我们万界商会最重要的就是诚信。放在耀星楼9层的原石应该都可以贩卖，而你却为了私心不卖给云族的小公主，这可不仅是给你苏家抹黑，
也是给整个万界商会的诚信抹黑。你现在最好赶快向君公子和云溪姑娘道歉。君逍遥，你太过了，他们是奉我家公子之命。下一刻，战族中年男子已经没有思考的余地，他的身躯当场被碾压爆碎，连元神都难以逃脱，形神俱灭。君公子，我等愿意将这颗元石直接送上，希望君公子手下留情。你应该庆幸，你是苏家的。至于你们，我们是天庭的人。我的修为，你竟然废了我！之前我拿凤凰羽族立威，似乎没什么效果。那么现在，再拿你们来试试，该杀的杀，该废的废，看还有谁敢试探君某的底线。先有凤凰羽族，现在又是天庭和战族，果然，君逍遥身边的人惹不得。能让桑榆和叶道友都看中的这块原石，应该有不凡之处。君公子，关于此事，我哥哥只是受他们邀请见识，并不是想故意针对云溪姑娘。叶姑娘不必解释什么，我自是明白。叶道友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毕竟我和叶道友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是旧相识了。好了，那么便切开这块原石，看看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这到底是什么？什么？那是香囊？我没看错吧？这是一个香囊？应该不至于吧？嗯，我怎么感觉自己的元神境界好像隐隐提升了一些？我也有这种感觉，是这香囊的缘故吗？其中的香料或许不一般。这香料莫非是传说中的仙道炼心香？仙道炼心香，真有这种东西？传闻仙道炼心香可以一步步提纯元神，甚至有那么一丝丝可能化为仙道元神。天哪！有了这仙道炼心香，借此洗礼元神，应该不会有什么瓶颈出现。不过这香囊是谁的呢？莫非是那位女帝所遗留的？听闻若是将此香中混合一根女子青丝，那以此香洗礼元神，便会在元神中永远留下那女子的身影。日后即便隔着时间长河、万古岁月，都能有所感应啊！本来是想给哥哥你一个惊喜，但现在哥哥你都知道了。知道又如何？为兄依然很欣喜。希儿，你能有这番心意就好。好了，哥，这个香囊便是希儿送给哥哥的礼物，这是希儿送给你的独一无二的礼物。哥，好像我们的心意连在一起了呢。希儿会一直待在哥哥身边的，一定。希儿，我们回去吧。等万宝大会之后，便是苏锦里的订婚宴。那位订婚的对象可是天庭28星宿之一，有天庭和战族的双重背景。哼，君逍遥，我的确对付不了你，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怕了你。而之后的时间里，君逍遥便是静待万宝大会开启，而天宝城内依然有各方势力陆陆续续到来。那是天人族。那摊贩应该并不知晓这口铜炉的价值。这次我听闻在万宝大会的拍卖会上，还会有罕见的鸿蒙果出现。等徒儿拍下这鸿蒙果，便可令自身蜕变。到时候，不说可以直接让2位师尊脱离困境，至少也应该可以暂时让你们的元神脱离。为师自是相信徒儿。不知这次那位君逍遥是否也会来？到时候你可不要再吃亏和他相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宝大会也是终于开始。多谢诸位前来参加我万界商会的万宝大会。诸位，这乃是半仙药玄出圣莲，
具有净化世间各种邪祟诅咒之力的功效。它的莲瓣更是可以炼制出顶级的驱邪丹药。诸位，这罐子里封存的乃是曾经一位至强魔帝的精血，虽说只是魔修精血，但本身也蕴有诸多精华力量以及法则感悟。不过要小心，因为这的魔帝精血太过霸道，若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精血中的力量反噬，轻则堕入魔道，重则爆体而亡。诸位，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可能稍微有些特殊，对于一般人而言可能用不太上，但这件拍品也绝对稀有珍贵，特别是对于一些元师而言。诸位，此物乃是元文玉璧，传闻这块元文玉璧与曾经一位天师道的元天师有关，甚至若有契机，更有可能从这元文玉璧上参悟出天师道的顶尖手段元天神眼，所以其价值非凡。夜雨，这元文玉璧不简单，其中真的有所玄妙，一般人或许探查不出什么，但是我可以帮你。哎，是群英殿的夜雨，他果然出手了。毕竟有传闻，他元术手段非凡，未来很可能成为元天师。君公子竟然也想拍下那元文玉璧，他貌似不修元术之道啊！你们忘了吗？之前在耀星楼和云溪小姐在一起的那位少女。哦，我明白了，那位姑娘元术手段好像也极为不凡。公子，好了，这东西我自然会帮你拍下来。多谢公子，桑榆一定会更加努力修行元术，